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没搞错吧？每招一个员工，每人每天给我10块钱，也就是说1个月30天，一个人你能给我300块钱，就这点钱都不够我给员工发工资的。我招了人，我还得打工养员工。请速度作业。本系统为创业致富系统，不是让你坐享其成。招收的员工必须有实质的劳动或贡献，否则不算作员工。如果你不努力创业，将什么都得不到。我上辈子就是个刚工作没多久的娃，被经理逼着连熬3个通宵，活活猝死。一睁眼就到了这个世界，科技水平跟蓝星零几年差不多。上个月百度刚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股价暴涨354%。这是2005年，我学互联网的，这些大事件我如数家珍。说的好像我现在得到了什么一样，我差你那10块钱，要不你找别的宿主吧，一天1人10块钱，狗都不干。系统解绑中，开个玩笑，系统将为宿主提供50万的初始创业资金，本资金仅限于创业使用。宿主确定要解绑系统吗？本系统采取自愿绑定。干！谁说不干？狗不干我干！这辈子在找工作，我就是狗。从互联网跌倒就要从互联网爬起来，这辈子我还干互联网。系统，这些人头顶的都是什么玩意儿？白的绿的一大片，看得我眼晕。这是系统提供的人才识别功能，用给人才划分等级的方式，帮助宿主快速筛选人才。白色是1级，绿色是2级，蓝色是3级。3级人才，在大学里已经十分罕见了，这么多人里只有一个3级。紫色4级，叶旭晨。同学，你找工作吗？你想创业吗？你想一夜暴富吗？跟我干吧。那个，我不找工作，也不创业，谢谢。叶旭晨同学，你误会了，我也是锦大的学生，和你同届的。我是想要自主创业，正苦于没有人手。见到你，我这一时太激动了。这是我的学生证。你认识我？你年年拿奖学金，经常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锦大谁不认识你啊？我想开发一个网站，正好需要你这样技术过硬的人才，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薪资方面一定让你满意。我倒是想找一份工作先做着，不过我2个月后就要实习了，最多只能做2个月。没问题，2个月足够开发好我想要的网站了。到时候要走要留看你自己。对了，你实习的公司工资多少？实习是2000，正式入职后3500起。这样，你来我这里帮我，前期我给你1个月4000，2个月后你要是想继续干，工资咱们再谈。4000？你想开发个什么网站？这个1句2句也说不清楚，以后我再详细跟你说。咱们交换个联系方式，然后我去注册公司，再看看能不能跟学校申请创业扶持。我要是敢顶着狮子王的发型去申请创业扶持，一开口校领导就得让我滚。没错，校长，咱们学校不是鼓励学生自主创业吗？我打算创立一个科技公司，创业初期想要申请一些学校的扶持，无论是资金、场地或是其他任何扶持都可以，学校提供给我支持，我做出成绩后一定会回报母校，每年。好了，我知道了。但是你直接来找我不符合扶持审批的流程，你回去把资料递交给你的导师，由你的导师提交层层上报。到了我这里，每一天都是在烧钱，我一个大学生创业不容易，校长您就资金我也不要了，场地就算了，你还想要资金，想什么呢？你不要了，我也没打算给你。校长，我知道您是担心我们学生瞎搞，浪费了学校的扶持名额，但您放心，我这项目可不是一拍脑门就定下来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叶旭晨您知道吧？他就是我聘请的技术负责人。您担心我瞎搞，他还能瞎搞吗？我的项目要是没有前景，他能跟着我干？他也参与了你这个项目。团队目前就2人，我是1号负责人，叶旭晨是2号负责人，没毛病。既然是这样，校方可以给你们批个场地，至于资金方面你就不用想了。还有这种事情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了，你走吧。既然场地您都批了，那您就好人做到底，再给我们批几台电脑呗。你不要得寸进尺，你看我像不像电脑？校长您说笑了，我知道学校刚换了一批新电脑，肯定有留出来备用的，您就给我们批几台吧。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行了，7台，学校借给你们使用的，如有损坏，照价赔偿。那网线借，都给借人，赶紧走。谢谢校长，您真是太好了。你别说，就冲着这小子这没皮没脸的劲儿，他创业没准还真能成。那人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的样子，不会是故意诓我的吧？什么临时工能1个月有4000？算了，都已经答应他了，明天就等他一天。他那边要是没动静，我就去找工作。我还存了他的电话号。哦，昨天我琢磨了半宿的那个人。喂，起床起床！大好的时光正是拼搏的时候，睡什么觉？起来上班！赶紧收拾一下下楼，我在数学楼1楼等你。你跟我说你在1楼等我，也没说你住1楼啊。都一样，都一样。
昨天我跟学校申请了场地和设备扶持，公司注册资料也提交上去了。今天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团队，人齐了就开工。你不是昨天刚去申请扶持，学校这么快就批了？山人自有妙计。同学，干兼职吗？工资3000一个月。跟着他干真的靠谱吗？我可不是随便拉人，他们头顶的等级面板我看得一清二楚，3级以上才能入我的眼。恭喜宿主成功招收6名员工，每人10元，系统奖励将于今晚12点前结算进入宿主账户。6名员工一天60块，一个月1800，而我每月要给他们开的工资一共是19000，好，很好，一月1800，每天笑哈哈。不行，这么整不行，必须得想办法卡 bug。这是给每个人预支的1000块工资，先安你们的心。丑话说在前头，这个项目我是绝对的老板，盈亏我自负，你们只需要领工资即可。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真实的校园社交网站，网站名字就定为校园网，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强关系网络，通过大学 IP、邮箱验证和实名认证等方式进行实名制，确保信息准确，将线下真实的人际关系平移到线上，甚至可以通过线上寻找到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让我们的网站信息传播更可信，用户粘性更强，避开了 QQ 即时通讯的锋芒，又走了和 QQ 完全不同的实名社区模式。总而言之，就是3个字：有搞头。按我说的方案来，先跑通再优化。我这个团队的问题不是大家不会干，而是太会干了，一个个都有自己的想法。磨合了10几天，总算是吵不动了。大家先停一下手里的工作，我们今天要发工资了。1个月过去了，我完全没感觉啊！今天发工资，晚上不做码农了，我请大家出去大吃一顿，以后你们就是我们海生科技的第一批元老。今天要吃穷够老板。浩哥，我也想领工资。是啊，我们也想领工资。什么工资不工资的，目光短浅。他们拿工资就算项目成功了，除了顾川，其他人也都是打工人。除了拿工资，项目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但你们就不一样了，只要咱们这个项目成功了，在座的各位都是创始人，那可是持有股份的。开玩笑，我要是有钱发工资，我会不顾人，而是和你们一起搞。我们的项目测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大家加快速度，争取今晚全部搞定，明天就开始试运营。你们知道咱们最近为什么一直在赶进度吗？因为我打听到咱们隔壁那个团队做的也是社交方面，只要咱们抢在他们前面宣发引流，那他们连汤都喝不上。咱们干不过腾讯，难道还干不过他们？他妈的，把老子踢下床，你还想睡？昨晚喝的五迷三道，我依稀记得有个人扑过来想跟我抢床，我一脚就把他踹开了，好像给踹到了对面。昨晚我刚躺下，好像有个人向我扑过来，我吓了一跳，慌乱中好像狠狠给了那人一巴掌。磊子，你这左半边脸怎么有点肿啊？有点肿，我也没摔着脸。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还挺疼，就跟让人狠狠抽了一巴掌似的。你这衣服咋还脏了？是不是昨晚摔了？我隐约记得你回来的时候好像摔了一跤，难道真是摔的？可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就跟让人踹了一脚似的，脸也有点疼，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别研究这些了，反正也想不起来了。咱们还是赶紧收拾一下去工作室吧，最多再有1个星期，咱们的网站就可以测试了。听说你们的项目也快完成了，还听说你们的项目是社交类的网站。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那真是巧了，我们也是社交类的项目，比你们早上线了，真是可惜了。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们的网站？没什么可惜的，祝你们成功吧。
装模作样。等我的项目火了，你们连汤都喝不着，就等着哭吧。可恶，没想到竟然让他们抢了先。对方这个时候上线宣传一轮，学生们对咱们的兴趣都会打起来。这些你们不用担心，推广的方案由我亲自操办。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把网站的收尾工作完成，开始测试。李旭晨，是不是你的核心代码哪里出错了？你的脑袋安错了，我写的代码都不会错。你未免也太自信了。现在出了问题，你连排查都不做一下，就一口咬定你写的代码没问题吗？别吵了！别吵了！出现问题了就解决问题。你们在这里发泄情绪有意义吗？排查问题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吗？吵成一团，问题就能解决了？是我负责的数据库这边出了问题，一个小问题导致了全盘崩溃。改，接着测。老板，看看我的方案怎么样？这些方案都太常规了，对那些已经被王浩的团队营销刺激过一轮的学生们，怕是起不了多大作用了。你听我的，咱们这样。老板，这能行吗？老板，川哥，这真能行吗？太丢脸了吧！我这辈子都没干过这么丢脸的事。少废话，再丢脸还能有项目不成功丢脸？项目不成功我就破产了，到时候我拿什么给你们开工资？还想不想要这个月的工资了？黑心老板还我血汗钱！同学们都来看一看，黑心老板拖欠大学生血汗工钱。走过路过的同学们都来看一看，走过路过的同学们都来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黑心老板拖欠我的工资不发，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你还有脸说？老子雇你是让你当运营的，结果你运营出来一坨什么屎？引流都没运来，我给你个屁的工资！想要工资，等你死了我烧给你。太嚣张了！这一脚没有演技，全是私人恩怨。剧本也没这一出。我是锦大大4的学生，我给一个黑心老板打了1个半月的工，他1分钱工资都不肯结。我月薪3000，一个半月本该拿4500，4舍5入就相当于2个月的工钱，他实打实欠我6000块工资。4500，4舍5入变6000。虽说这人遭遇挺惨，但算数这块是真敢算啊！照这么4舍5入，下一步老板是不是该欠他1万了？重点难道不是3000一个月的兼职，待遇这么好，我也想找这种活干。你可别冲动，没看见他这工资压根就要不回来吗？风险太大了。黑心老板啊！我家里父亲嗜赌，母亲体弱多病，妹妹还在上学，一大家子的生计全都等着这笔工资撑着呀！也太可怜了吧，都难成这样了，老板还故意拖欠工资，实在太不近人情了。呵呵，这个项目的开发全程我都参与了，既然老板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我要……同学们，想知道我怎么向黑心老板讨公道、实施复仇计划的，就登录这个网站，注册账号，全程围观我的反击。讨个工资搞得这么玄乎，整得跟特务接头似的，没必要吧？这个网站不会是挂了病毒的钓鱼网站吧？管它是不是病毒，今天就算是坑，我也得进去看看究竟。我现在就去网吧扒一扒他的复仇计划到底是什么名字。咦，这居然是实名注册的校园社交网站。我也是常年兼职的打工人，课余时间全都用来打工谋生，辛辛苦苦忙活1个多月，最后却拿不到半点报酬，光是换位思考想想，就觉得满腔怒火，实在太憋屈了。婷婷是你吗？你不是去打工了吗？你也来聆听复仇计划了？是啊，上来一起吐槽谴责一下无良老板，发泄完就去找新的兼职。看完这几条动态就关掉，抓紧找工作。正想找工作，求问要是遇到这种狗老板该怎么办？婷婷，你是找到工作啦？又回来上网了吗？居然1下午都过去了，还好今天下午没课，不然铁定旷课挨批了。他们拖欠工资的事儿还没完呢，竟然还在招聘，哪个傻子会去？
自己拖欠工资的风波还没平息，居然还有心思招人，谁会这么傻去接这个坑？成了！就只看今天这个增长势头以及用户的活跃和留存，咱们这个项目存活下来绝对不成问题，甚至远超我们的预期。还得是老板的营销方案牛逼！不要半场开香槟，今天来的人都是被咱们制造的噱头吸引过来的。要是没有新的热点，过不了2天，这些人就会离开了。接下来咱们要做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制造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这几天，咱们每天都要在校园里演小剧场。请进。请问是这里招临时演员吗？说曹操，曹操到，3级人才。没错。是我们这里招临时演员，不要求专业演技，主要是配合我们演校园小剧场。工资真的是日结吗？不会拖欠我工资吧？你放心，妹子，工资1天1结，绝对不会拖欠的。你老板不是拖欠你工资吗？你怎么还在这里？美妹，那是剧本，别太当真。老板真要拖欠我工资，我还能给网站引流。没有这一出，你们会成为校园网的用户吗？还能这么宣传？现在校园网里面，老板吃饭都得跟狗一桌，点子是好点子，就是有点费老板。婷婷，你听我说，我真的只拿她们当妹妹，你才是我的正牌女友，我都和你公开了，你还想怎么样啊？虽然我和其他女生单独吃饭，一起去图书馆，但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只把她们当妹妹，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你不能要求我的社交圈里只有你吧？完了，剧本里没这一出啊！婷婷，你好香，比巴掌先到的是扑面而来的香气。如果你不解气，就再打我几巴掌吧。我操，我怎么感觉这一巴掌还给他打爽了？别奖励他呀，学姐。喂，娜娜，什么？你来月经了？肚子疼？你等着，我马上去帮你买红糖和姨妈巾。我怎么感觉这小子像是大雪天挨家挨户给寡妇送乌允诺的村支书？我用所有课余时间给校园网兼职发传单，就是为了给他买生日礼物。这个渣男竟然这么对我，去死吧，死渣男！既然如此，我要上校园网把你之前的那些渣男行径全部曝光。各位同学，传单上有校园网的网址和邀请码。今晚8点，我会在校园网上发日志，把这个渣男之前的事儿全部曝光。校园网是什么网？我知道，昨天我还在校园网上吃他们老板拖欠工资的瓜来着，没想到今天又有瓜了。那这个邀请码是怎么回事？我昨天进网站也没用邀请码。宁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没事儿，都是为了表演效果。这次的反响比我们预想中的好很多。没事儿，这次的事儿给宁磊算工伤，会给他工伤补偿的。老板，我爱你，我将为你当牛做马。滚！我只需要牛马，不需要你的爱。这是你今天的工资，通过你的邀请号进来的用户现在还没几个，明天晚上一起统计。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去写今晚要发的小作文和明天的剧本吧。我心里设想过好几个版本领工资时可能遇到的麻烦，没想到老板这么痛快，我今天的工作都还没有完成呢。这老板人还怪好的。怎么了？想说什么？老板，咱们这么做像不像是在骗人？如果被拆穿了怎么办？生意人的事儿怎么能叫骗呢？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而已。用户被吸引进来，最后能不能留住用户，看的还是我们的网站怎么样。如果用户认可我们的网站，在其中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少有人会记得当初是为什么进来的。你就放心去弄吧，后续我自有打算。
这2天我不是在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吵架都吵出经验了。锦大的同学都叫我吸渣体质，说我捅了渣男的窝了。小剧场明天开始停演。老板，咱们这几天的宣传效果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停啊？咱们这几天宣传的效果之所以好，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方式新颖，用户觉得新鲜。但用户不是傻子，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回过味儿来了。继续这样演下去，收效甚微不说，只会引起大众的反感。现在预热已经做好了，接下来咱们也该正经开始推广了。各位同学，我是阮婷婷，就是这几天很火的捅了渣男窝的阮婷婷，在这里我要先向同学们道个歉，我是校园网的工作人员，前几天的事情是网站的宣传策略。哈哈，我就说嘛，怎么会有人这么倒霉，遇到这么多渣男？这种营销方案都能想出来，你们还真是人才啊！支持，必须支持。哥们儿，你是不是被黑心老板威胁了？被威胁了你就发个句号。还发什么发呀？看这情况，估计账号都被黑心老板给接管了。资本家有几个不黑心的？老板，咱们要不要再澄清一下？我感觉你是黑心老板这事儿咋有点说不清了？不用，既然已经澄清过了，后续就不用再管了，让他们去争论，有话题才有热度，黑红也是红。老板，有人在黑你和咱们校园网，搞笑的是，这小子在校园网上黑校园网。王浩，之前看他做的软件，我觉得他智商应该不低啊。难道我高估他了？这群人被人当傻子一样耍，还挺开心的，还不都是顾川用的下三滥手段？都给我上线，给我狠狠的黑校园网，帮我一起骂呀！直接把他的生态环境搞坏！我说哥们儿，我们就在你隔壁，又不是聋子，你要干坏事儿，好歹备点人。赶紧的上号啊！飞哥，怎么办？这些网站也太压榨人了。这盘小游戏可是咱们3个月的心血，难道就要这么贱卖了吗？我们带着游戏找平台，人家要么说我们的游戏太弱智，3岁小孩都不玩，要么就拼命压价，几千块就想买断。唯一一家肯分成的，只给10%的流水，数据还不透明，搞不好我们的游戏都会被白嫖。我们再试3天，要还是没人要我们的游戏，就只能接受买断了。各位同学，校园网注册有礼活动正式开始，只要成功注册校园网，就能免费领取雨伞等精美礼品，还能参与盲盒抽奖，1等奖是全新 MP4 一部。天哪，居然是 MP4！ 这机子少说也要好几千吧，太划算了！快说说具体流程，怎么注册才能抽 MP4？ 我现在马上注册。温馨提示：精美礼品和盲盒只能2选1，盲盒内含抽奖机会，想要冲击 MP4 大奖，就只能开盲盒参与抽奖。我们前几天就已经注册好校园网账号了，还能参与活动领礼品吗？当然可以，老用户同样能参与。是孙燕姿的 CD， 这张专辑特别难买，我跑了好几家音像店都没抢到，今天也太幸运了。同学们稍等，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来我这里领取校园网专属邀请码。后续只要有同学朋友通过你们的邀请码注册账号，你们就能单笔获得3元现金返现，或是免费兑换1个盲盒。所有领取邀请码的学生，其实都是在变相为我工作，我给予对应的报酬，他们自然算是我的临时员工。用户单日完成邀请推广，就是我当日的员工。每天邀请1个人，我每天净赚7块。就算你邀请10个人，我亏20。这10个用户带来的热度，也远不是20块能衡量的。反正我怎么都是赚，终于卡上 bug。这是我这个月仅剩的所有生活费，就算天天啃馒头，也根本撑不到月底。妈妈身体不好，需要吃药，我把大部分钱都寄回了家里。兼职的店铺还压着我1周的工资，我试着申请预支，老板却一口回绝，半点商量余地都没有。依然，这是追求者送我的外卖，我晚饭已经吃过了，放着也是浪费，你帮我吃掉吧。雨欣一直都清楚我的家境窘迫，从来不会直接接济我，总是找各种贴心的借口帮我。
照顾我的自尊心。快趁热吃！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边吃我边跟你说。现在校园网正在咱们学校做推广，只要注册了账号，就能申请专属邀请号，每邀请一个新用户注册，就能拿到3块钱现金奖励。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试试。邀请一个人注册就有3块钱，真的有这么划算的好事吗？太好了，我这个月的生活费终于有着落了。我现在就去校园推广点申请属于我自己的邀请号。现在天都黑透了，推广点的工作人员早就下班离开了，你别白跑一趟，明天一早再去也不晚。你们老大这是怎么了？状态差的也太离谱了。他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网上跟人争执兑现，整整熬了1天1夜没停。我们几个都不愿意陪他耗着，他干脆自己花钱雇了2个人陪着他一起吵。果然，人要是一门心思干坏事儿，永远不怕苦不怕累，甚至还愿意自掏腰包花钱折腾。我们团队近期打算扩招，如果你有想法，愿意踏实做事，随时可以加入我们。你们工作室的其他人也可以过来，唯独王浩除外。2005年正是 SP 公司野蛮成长的阶段，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3家一起签。恭喜宿主目前员工312人，每人10元，系统奖励3120，已发放至宿主账户。怎么员工才300多人？系统你是不是黑我钱了？只有宿主发放工资产生劳动关系的才算系统认定的员工，未形成劳动关系不记员工名单。懂了，领了邀请号却没邀请人不算员工，只有成功邀请了才算人头。看来这 bug 也不是这么容易卡的啊。不过也不错，1天3000，1个月就是9万。今天还可以申请邀请码，还给奖金吗？大家听我说，邀请码还可以申请，奖金也有。大家放心，申请邀请码的同学请有序排队到我这儿领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邀请码，这是我这个月生活费的着落。同学，你还没选礼品呢。我本想开出个抽奖机会，运气好还能抽中 CD 拿去卖。这珠子挺好看，可惜没啥用。学妹，你这运气不错啊！昨天一整天都没人抽到龙珠，你一下子就抽到了。同学，注册校园网，填我的邀请码还送礼品，就当帮我个忙。老板，上次预支工资的事儿就算了，您就让我在每张桌上放张宣传单，不耽误干活，行不？行，别耽误上菜就行。今天发放出去的邀请码足有1000之多，新用户增加了3000多人。今天是周六，用户活跃度高的吓人。我靠，这个叫谢依然的真是个狠人啊！今天1天邀请了将近100人。我怎么感觉他比咱们都拼啊？要是没有团队宣传，反正我是累死也做不到1天邀请100人的。谢依然，今天早上最早来的那批人里就有他，拿到邀请码的时候激动的都要哭了，还抽中了龙珠。恭喜宿主，目前员工834人，每人10元，系统奖励8340，已发放至宿主账户。我操，1天增长500多人，发财了，发财了！我选出来的3家都在这条街，倒是省事儿了。陈总您好，我是之前和您通过电话的校园网负责人顾川。没想到顾总这么年轻，真是年轻有为啊！顾总，我们这边正常可以给到您扣除运营商等各项费用后55%的分成，如果您要签合同的话，只能给到53%。陈总，我想您误会了，您手里拿的只是我们网站上线3天的用户数量，甚至我们的上线推广还没结束。3天？而且您也看到了，我们网站的用户活跃度有多高，而且我们的用户全是大学生，这可是 SP 公司广告的消费主力军，这一点咱们都清楚。陈总给的这个价格未免太没有诚意，如果你坚持这个价格，我就只能告辞了。顾总，等等，年轻人别冲动嘛，生意不是这么谈的。这个分成你不满意，咱们可以再谈。65%的分成，包月等特殊业务另算，后续订单量大，还能再加。万事开头难，谈好了第1家，剩下2家就容易多了。不对啊，这时候还没有偷菜游戏呢。顾川，有什么事儿吗？你们认识我？你的校园网搞得轰轰烈烈，现在整个创业基地哪有不认识你的呀？这款小游戏是你们开发的？没错，不过项目失败了。这款小游戏我们前后投入了几万块和无数的精力，
现在开发出来根本没人要，现在也只能几千块贱卖了。我要啊！你们这游戏卖给我，价格你们开。可是我们已经把这个项目卖了，老大今天一早就去签合同了，这会儿估计都签完合同了。打电话，赶紧给他打电话！你说什么？6天？上周不是说好的8000吗？你也说了那是上周的价格，上周你不是没签约吗？这周的价格自然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项目仅仅是投入就好几万了，这样的价格我们血本无归。你们投入多少和我没关系。现在在我们公司的评估里，你这个游戏最多就值6000。你要是不想卖，那就慢走不送。不过我要提醒你，下次你再来找我，那就连6000的价格都拿不到了。签还是不签，赶紧的做决定，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别耽误我下班。我不知怎么跟他们说，又被压了2000块，但大家一致决定，不管怎么样，这游戏还是要卖的。好，我签。喂，飞哥，合同还没签呢吧？没有呢，怎么了吗？你说真的？好，我知道了，我立刻回去。你到底还签不签了？要签就赶紧的啊，签完我好下班了。不好意思，这游戏我们不卖了。你可想清楚了，除了我们这里，可没有其他公司会要你们这幼稚的游戏。这样吧，看你们大学生创业也不容易，如果你现在签合同，我还是给你8000的价格。我去你妈的8000！拿着你的8000找傻逼买游戏去吧，老子的游戏就在刚刚卖了10万。你好，我是顾。你好，你真的要花10万买我们的游戏？没错，我是想要出10万买断你们这个游戏，但是我要买断的除了你们这个游戏的所有版权授权，还包括你们的团队。你们的团队直接并入校园网，工资和我现在的员工一样，负责人暂定4000，其他人3000。10万是买你们游戏的钱，虽然不算多，但我的网站也在初创期，一次拿出更多的资金会影响公司运转。如果老板不用如果了，我们全都同意了，以后你就是我们老板。老板，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你让我们打狗，我们绝不撵鸡。老板，我们的工资会按时发的吧？那都是为了校园网的宣传，放心，我不会拖欠工资的。等我拟好合同，咱们签约后10万块我当场转给你们，以后你们的工资也绝对不会拖欠的。陈飞，偷菜这个游戏构思虽然不错，但游戏各方面都还太过简陋，需要重做，尤其是视觉效果方面，你们有专门的美工吗？说实话，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一拍脑门就干了，没有专业的美工，都是我们几个兼任的。没事儿，到时候我招一个专业的。还有这款游戏现在还停留在单机小游戏阶段，重做还要加入游戏社交，增加一些可玩性，也更贴合我们校园网的生态。不过这些都不急，现在校园网还在做推广，很缺人，这几天你们先去那边帮忙，其他的推广期过后再说。没想到顾川那小子的项目还真被他搞起来了。6颗了，就差第1颗。这颗龙珠从活动开始就一直没出现过，要是活动结束前找不到，我收的这6颗就全废了。
7颗，集齐了，我要兑换 MP4。前后花了差不多1000块，可这是我凭本事换来的1等奖。这张照片挂到校园网首页去，让大家看看1等奖真的有人领走了。我们的校园网推广活动圆满结束，效果远超预期，校园网如今也算是走上正轨了。这一切离不开在座各位的努力，我在这里对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谢。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定在座各位之后的去留和待遇问题。从这个月开始，所有人工资涨1000，签订正式劳动合同，5险1金全部交齐。你别高兴得太早，有一点可要想好了，一旦签订了正式合同，缴纳了社保，你们就会失去应届生这个宝贵的身份，短时间内再想找其他工作，可就没有应届生的优势了。尤其是你叶旭晨，我记得你导师给你推荐的实习时间就要到了，是去是留你想好了吗？事到如今，我只能放导师约子了。没办法，谁让咱们校园网发展的太好了。既然如此，那就签合同。老板，我们怎么还有分红？在座的所有人都是校园网的初创团队，自然会有优待。叶旭晨以后将是校园网第1负责人，享有校园网净营收2%的年度分红。参与校园网网站搭建的其他人，全部享有校园网净营收1%的年度分红。偷菜团队不享有校园网分红，但享有偷菜游戏分红。陈飞为负责人，2%分红，其他团队成员1%。阮婷婷调到陈飞团队，主要负责美工事宜。偷菜游戏从今天开始正式命名为快乐农场，其余人也都享有相应比例的分红，具体自己看合同。没问题，大家就签合同吧。你们傻了？我是最早加入的，却一直没有固定岗位。我一直担心忙过这阵子，老板就不需要我了。现在有了合同，我这颗心终于放下了。之前我还纳闷阮婷婷这3级评值是怎么来的，原来她的长处在美工，有了她，短短几天快乐农场简直改头换面。之前的农场是毛坯房，现在就是豪装豪宅。看来员工招进来还不算完，具体的长处还需要我这个老板来发掘。3家 SP 公司加起来1万块，虽然不多，但这是个良好的开端。要收菜时间了，哪个混蛋大半夜的不睡觉，蹲点偷老娘的菜啊！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在瞎叫什么啊？还让不让别人睡觉了？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雨欣，你是不是又起来收菜了？你种菜都要中魔杖了。你别说，顾川这小子的网站做的还真不错，还得多亏了我这个校长慧眼识珠，当初给他批。我靠！哪个混蛋偷我菜？给我查一下这几个学生都是哪个系的，现在有没有课？好啊，3个正在上课的逃课上网偷菜，全部通报批评。听说了吗？小道消息，他们是因为偷了校长的菜。难怪学校新规定里加了一条，尤其不许旷课偷菜。果然，每一个离谱的规定背后，都有一个更离谱的故事。你们好，我想来应聘兼职，我叫谢依然。原来你就是那个7天邀请了500多用户的猛人。我确实是在推广期间邀请了500多个新用户。虽然我学的不是互联网专业，但是我什么都能干的。推广那几天我嫌光目晃眼睛，把人才识别关了。现在一看，他竟然是和叶旭晨一样的紫色4级人才。有个问题我们想问你很久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当一个人饿肚子的时候，什么方法都能想到。留下吧，
你还在读大3，只能兼职，先负责网站后台的一些基础工作，时间自由，工资1500。你这上班第1天还付费上班了？你放心，咱们这不兴职场人情世故的那一套，你只要干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老板，你误会了，这茶叶可不是我专门买的，我们家是云省的，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茶叶，我前些天回家带回来的。咱们工作室日子也是好起来了，都能喝上正宗的云省茶叶了。这地道的云省茶叶就是香，确实很香。既然大家爱喝，我让我奶奶多给我邮一点来，我家别的不多，就茶叶多，要多少有多少。别，云省的茶叶也不便宜，你们家还是留着卖吧。我们家种的这就是普通的滇红，在云省当地很便宜，而且今年更是有价无市，根本卖不出去。你们喝的就是我家今年种的春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现在秋茶都要收了，我们家的春茶和夏茶还都压在手里，你们多喝点也算是帮我家消化库存了。云省的茶叶不是很出名吗？价格也高，在外地想喝到正宗的云省茶叶都不容易，怎么会卖不出去？我们这种个人茶农，长期依赖茶商上门收购，茶商不来，销售渠道就断了。今年茶叶市场价格大跌，供大于求，现在最普通的红茶鲜叶已经降到2.5元1公斤，加工好的毛茶1款1公斤也只有13块左了。茶农1年的收入全在茶上，很多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我这几天正想着互联网需要的员工终究太少。要多招员工还得搞实业，没想到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依然，你喝过奶茶吗？喝过啊，几块钱一杯粉冲的那种，用茶叶煮的那种。用茶叶怎么煮奶茶？既然你已经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那我这个项目就全交给你了。等你的饮品初步研制出来，咱们就在锦市各个大学附近先开几家店试试水。只要这个项目成功，你家和你们村的茶叶销路就不用愁了。可是我还要上课，我怕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更怕我做不好。我都敢让你干。目前为止，我们的重心还是在校园网上。奶茶这个事情不急，你可以在课余时间先研发饮品，寻找原料。我作为做的老板，我都对呀，老板都敢让我干，我有什么不敢干的？家里那边先不说了，免得项目不成功，让家里空欢喜。这个活动的核心，除了让大家发高质量内容，就是拉票。拉票肯定找认识的人，认识的人没有校园网账号怎么办？注册呗。主打一个玉皇大帝来了，也得给我看几个广告再走。去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的食堂阿姨，阿姨给我打饭的时候手甚至都是抖的。这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妻子？又是谁的母亲？许多人劳碌一生，只记得自己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做不完的工作，负不完的责任，可却没人告诉他们，他们首先是自己。不是，我上个网，你给我看这个，我想我奶奶了。我怎么上个网还有刀子啊？图片让我想起了我常年务农的妈妈。投票，这种有益的内容必须投票。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吗？食堂阿姨的手就没有不抖的，一勺菜给我抖掉一半。要不你们别心疼阿姨了，先心疼一下我吧。原来你就是那个狗日的悬疑小说的作者，可算让我找到你了，狗日的作者，卡的一手好文啊，赶紧给我写，否则今天你就别想给我走。高兴，高兴，高兴，高兴！宿舍门禁过了，我只能被迫在网吧包休了。有一个狗子。第一、第二的票数增长的太猛了，咱们必须得加快速度了。继续这样下去，就算咱们的视频做好了，也追不上他们了。创作大赛赛程一共就1个月，再慢就来不及了。今晚咱们通宵搞工，争取早日上传咱们的视频。以文立心，以声传德，笔墨与言语皆为正道。文脉不灭，薪火永续。以言语载山河，于喧嚣中守本心，于浮华里持锋芒。执笔为刃，向庸常宣战。一声传万里，一语系家国。以声音为铠甲，以真实为信仰。多想亲眼看看这个时代。
已经是最后1个小时了，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不出意外的话，1万块应该是到手了。操！畜生啊！他妈的，这是在跟我玩套路呢！一个比赛还玩上战术了，卑鄙！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在活动结束前才开始砸票，让我想拉票反超都没机会。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Surprise！ 人才都是人才啊！你们说第1名这个团队要是招到咱们公司，这游戏部门不如虎添翼。还有第2名这个，绝对是写文案吸引眼球的一把好手啊！第3名可以专门负责网站摄影。感情老板办这个比赛还打着这个主意啊！老张啊，听说你们锦市理工的学生在昨天结束的全民创作大赛上拿到了第3名，恭喜恭喜啊！还有老魏，你们锦市传媒的那个视频做得真不错。你们学校没少拨款吧？哎，没办法，谁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有才华呢？我也没想到，就这一点点的拨款支持，他们就搞了个第1回来。你看看这事儿闹的，要不下次你们其他学校也尝试一下拨点款，保管你们也能拿第1。怎么？我们学校给我们的第1名拨款，你这个区第2有意见？你是不是嫉妒我？我没意见，你拨款又不花我的钱，我能有啥意见？认真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这个老李不对劲儿，很不对劲儿。以往这种时候，他早就跳起来和我吵得脸红脖子粗了，今天居然一直乐呵呵的。会议时间要到了，先进去吧。等会儿你们自然就知道了。本次会议召集各位校领导来，主要是响应国家政策，就6月份会议时提到的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计划，各高校说一下进度如何。尤其是理工大和锦市传媒三所重点扶持高校，详细谈一下进度如何。今天这个比武装定。虽然我校学生创业目前还在孵化阶段，但我校学生团队在校园网创作大赛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粉丝。之后学校会扶持他们的创业计划，相信他们创业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我校对于想要创业的学生们全面宣传3年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小额贷款担保贴息等政策，并且在校内设立大学生创业基地，为学生们提供场地、设备等扶持。我校认为互联网是未来趋势，所以我校大力扶持互联网方向创业，如今已经初见成效。我都干了些什么？刚刚还跟人炫耀第1名，结果连校园网都是人家的学生弄出来的。下次开会我该用什么借口请假？校长，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你们的校园网搞得有声有色，怎么说也是本校的重点扶持项目，我自然要过来看看。对了，你们说的发奖金是发之前创作大赛的奖金？对，我打算让他们来我们工作室里，只要来了就别想走了。什么？还不让可是犯法的，可不行这么干。为了那点奖金，不至于，真不至于。实在不行，这次的奖金学校给你们批款。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坏了，我嘴快了，这小子精的跟什么似的，只有他忽悠别人的份儿。可这么多人看着，话也收不回来了。校长，那没什么事儿，您就回去安排吧。我们后天就要发奖金了，要的挺急的。校长，您看我们现在这办公环境也太简陋了。现在我们团队人也多了，也有些机密文件，这里人来人往的，人多眼杂。要不您给我们批个其他地方办公？毕竟我们这不是重点扶持项目吗？新建好的教学楼里面还有几间空教室和办公室，你们看着挑2间吧。校长，您怎么都这么急啊？我还没谢谢您呢。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搬走了？难道校园网也坚持不住了？之前的项目结束了，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我们怕老板误会。顾川，你们等着！看来我们的第1名到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校园网的创始人顾川。你们猜的没错，我就是锦大大4的学生。校园网也是锦大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校园网从立项到现在不到3个月，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你们的作品和本人都很优秀，我仅代表校园网感谢你们选择把你们的作品发表在校园网上。顾总您好，我叫包爽，是文化传承这个视频团队的负责人。我靠，真的叫包爽吗？哎，我也习惯了。我每次问我爸妈到底是怎么给我取名的，他们只是笑而不语，还不让我改。照片挂到校园网上，证明我们的活动是真实有效的。这个包爽和第2名的周晨可都是4级人才，
我可不想轻易放走。你们几个都是人才，我们校园网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要不要来我这里工作？你们放心，我这里的待遇绝对比你们自己出去找工作的待遇要好，没毕业的也可以暂时兼职。我来，工资不会拖欠吧？那只是宣传，放心，我们签正规合同的，不会发生拖欠工资的事情。那我也来。你们是想自己创业，趁着拿下第一的热度，流量变现？是的，顾总，我们想趁着这波热度自己试试。你们和他聊聊吧，给他们讲讲你们创业的故事。听过之后，你们要是还坚持自己创业，我不强求。我们的游戏做了3个月，找平台，人家说3岁小孩都不玩，几千块就想买断，最后还坐地压价。你们创业的项目想好了吗？是自己做网站，还是把食品卖给其他公司？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没人要，你们想好兜底方案了吗？还有最重要的，你们有多少创业资金，能接受多少亏损？如果项目成功，要有多少的盈利率才值得你们折腾这一回？这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又有多长？顾总，我们干了！海盛科技旗下校园网是现在仅是最大的社交网站，上线不到2个月。而且我听说，当前最火爆的偷菜游戏团队曾拿着这个游戏找到过咱们公司，最后都要签合同了，却出了岔子。于部长，你们商务部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这么优秀的项目，你让他从公司手里溜走了？王总，当时他们拿出来的只是初级版，十分简陋。即使如此，我也开出了价格，对方也同意了。本来都打算签约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校园网给截胡了。你给了多少钱？8000。于之心，我看你这个商务部长是做得太舒服了。连这么有潜力的项目都往外推，你胜任不了这个商务部长，不如就换人来做吧。王总，您息怒，我可以将功补过，我有办法补救。咱们应该着眼于大局，咱们直接把它收购了，不是一劳永逸。让投资并购部先和对方展开初步洽谈，探探他的口风。你好，我是顾川。你好，顾总，我是天天网投资并购部的负责人杨哥。我们公司对您的校园网项目很感兴趣，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来我们公司面谈？不必了，我的时间宝贵，没精力跑来跑去。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如果没得谈的事情，也不必浪费时间了。我们公司对您的校园网很感兴趣，想要以100万的价格收购校园网及其下属所有项目。100万？你看我像傻子吗？我说的是刀呢。我拒绝。校园网现在运行良好，既不接受注资，更不会接受并购，死了这条心吧。喂，你好，顾总，我是天天网的总裁王绛，你可以叫我王哥。想必你也知道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什么吧？我对校园网这个项目真的很看重。王总，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您能亲自给我打电话，但我还是那句话，校园网不会接受收购的。我真的很有诚意想要收购校园网。这样吧，收购价我提到200万刀了。此外，你和校园网团队的所有人都可以并入我们公司，校园网依旧由你负责，你看怎么样？王总，不得不说您确实很有诚意，这个价格给的确实公道，但我真的不打算接受任何公司的收购。做生意讲个你情我愿，就算您有诚意，但也不能强买强卖，不是吗？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我很期待你主动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天。初生牛犊不怕虎，是时候给你上一课了。老板，我们合作的几家 SP 公司这2天都说资金暂时周转不开，要晚几天结算。晚几天本来平常，可一家都没结，这就不正常了。我说对方怎么没有动作啊？原来是搁这等着呢，釜底抽薪，真够狠的。把合同搬出来，他们也说实在拿不出钱，实在不行就只能打官司。态度良好，但要钱就一个字儿，等。老板，现在咱们怎么办？打官司是一场持久战，咱们的资金链撑不了那么久。就算最后拿到了赔偿，估计那时候咱们网站早就撑不住了。不是一开始就谈好了越界吗？我知道了。老板，发生什么事了吗？是通讯公司那边，咱们的贷款费用也到了结算的日子了。老板，这咋办啊？广告收益被压，运营商催款，邀请机制的钱还得日结，1天都不能欠。一旦拖延，校园网在用户心里的信誉度就全完了，这是灭顶之灾啊！你先回去吧，让我想想。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代价。以校园网的资金链，绝对撑不到1个月，网站就会停止运营。这个顾川要是聪明的话，就该早点来找我。要是不识抬举，非要鱼死网破，那最后死的只会是校园网。双方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只会是鱼死，网不会破。老板，天空网那边通过了我们的申请，对方发来了电子合同，签订后我们随时可以上线对方的广告。太好了，这合同来的正是时候。看一下结款周期，越界或季度结款可选。
现在怎么办？这样一来，咱们的资金链就彻底断了。天天网为了收购我们，真是不择手段。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卖校园网的。公司的资金链断了，不等于我个人的资金链断了。你们对你们老板的财力一无所知。旭晨，天空网的广告立刻上线，但那些拖欠我们资金的广告也不要下线，调整一下广告频率，给天空网的广告让出一定空间即可。连门都不知道敲，就火急火燎的闯进来，火烧屁股啦！您还真说对了，真的要火烧屁股了，我们校园网的资金链要断了。校园网的发展不是一直很好吗？究竟怎么回事？200万$就买一个创建2、3个月的网站，你还没卖？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你等着，虽然商场的事我帮不上你的忙，但我还是有些老朋友和学生的，尤其是在公检法部门，今天非把他们查个底儿掉不可。你们最好祈祷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否则就等着去踩缝纫机吧。校长现在还不至于，真不至于。真要是这么干了，这商圈我还没闯进去就已经声名狼藉了，任何圈子都忌讳盘外招，商圈卧虎藏龙。我这点靠借势得来的关系，只能算是小卡拉米。那你想怎么办？你小子来找我之前已经有想法了吧？现在校园网主要的危机就是资金链断裂，只要有资金注入就能活。校长，你也不忍心看着咱们锦大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就这么无疾而终吧？以后校园网做大做强了，给学校捐教学楼，招聘锦大的学生优先，给锦大的就业率兜底，给学校捐助学金，20万就20万，我就是禁不住你小子忽悠。东边的宿舍楼还没建好，西边的食堂也该翻修了，处处都在要钱，还被你小子忽悠走了20万。我愧对全体学生啊！校长您放心，只要我的公司做大做强了，别说宿舍楼和食堂了，整个学校我都给您翻新一遍。现在咱们来谈谈无息贷款的事情吧。这小子薅羊毛偏可一个薅，人家是薅社会主义羊毛，他是专薅校长羊毛。校长，咱们学校的律法方面的毕业生里，在当地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师兄师姐？我想打个官司，毕竟那几家 SP 公司恶意压着我的款项。我们之前可是有合同的。这事儿好办。喂，对，是我。你现在立刻来锦大一趟，我有点事求你，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就完了，别逼我踹你，赶紧的。我的一个不争气的学生，硕士毕业有年头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就你这小案子，他正常发挥能让那几个公司赔得倾家荡产，稍微使点劲儿就能把对方全送进去踩缝纫机。要是杀疯了，敲锤的都能给你送进去。校长，真看不出来，您竟然是研究法律的。按理说你们这个小网站是请不起他的，但谁让你沾了锦大的光呢？回去等着吧，等他来了，我让他去找你。请进。你好，我找顾川。5级人才啊！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5级人才，连叶旭晨都只是4级。天可怜见，我见到5级人才了！老板，人家找你的，你发什么呆啊？你好，你好，是校长介绍过来的师兄吧？师兄怎么称呼？在哪里高就？想不想找工作？有没有跳槽的打算？是老师让我过来的，我叫肖克言，是科研律所的负责人，目前没有找工作和跳槽的打算。律所负责人啊，这墙角可不好挖，不过问题不大，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肖师兄，你坐，麻烦你跑一趟了。下次你要是忙的话，我带着资料过去也可以的。你律所的生意好吗？真的不打算跳槽吗？怎么莫名有种要失宠了的感觉？老板，我不是你最倚重的员工了吗？合同中的违约金是按照款项比例和时间赔付的，押款越多，时间越长，对方赔付的金额就越多。现在看你想怎么做，是想尽快收回资金，拿到应有的赔偿，还是不在乎时间，有更高的赔付诉求？你还有办法尽快收回款项？这个不难，我可以操作尽快开庭，并且有把握在1审后就拿到赔偿。不过从提起诉讼、立案到开庭判决都需要时间，最快估计也要1个月左右。1个月很不错，比我预想的快多了，所以我选第2条路。
这么做确实比较稳妥。第二条路也啊，第二条路。是的，你没听错，他们都要断我的资金链了，我当然要换一颜色。时间的问题不用考虑，我拖得起。肖师兄，你只需要告诉我，怎么能让他们赔得底裤都不剩。你放心，这个我专业对口，保证达到你的要求。这条违约金合同都是套的 SP 公司通用模板，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一条却有可能产生天价的违约金，可操作空间极大。能想出这个条款的人还真是天才。这个方案还有可补救的空间，对方会不会抓住这一点，让咱们白忙活一场？不会，他们这些合同都是套的模板。他们显然没有理解透这一条款，否则就不是像现在这么操作了。这个条款最开始就是我为一家 SP 公司专门拟定的，多年过去，那家公司不在了，条款却被加进了通用模板。他们对合同没有充分了解，是要吃大亏的。接下来你只需要和以前一样即可，继续累加广告收益金额，让违约金滚雪球，但要放松对方的警惕。在咱们起诉的那一天，他们想做什么补救都来不及了。但有一点，这些 SP 公司最擅长扣量这种暗箱操作，你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收入金额吗？能。在和 SP 公司合作的第一天，我就在网站上留了后手。肖师兄，你真的不考虑找份工作吗？如果哪一天我的律所倒了，我会考虑找份工作的。不过，以你的公司现在的规模，你恐怕暂时还雇不起我。哼，今天的我你爱理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老板又催了一遍，所有公司1分钱都没结，咱们去接触锦市其他 SP 公司寻求合作，也全被拒绝了。很好，就让他们以为咱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继续按兵不动。2个月了，该反击了。压我广告费的那几家，全部上被告名单。赔偿金额你们看到了吗？咱们几家公司合计600多万啊！顾川这是想钱想疯了，狮子大开口也不是这么开的啊！顾川，你他妈想钱想疯了吧？600多万的赔偿金，亏你说得出口？赔偿金是否合理，你们自己去咨询律师就清楚了。我的律师是专业的。我问过律师了，按现有条款，赔偿金额最多不超过实际损失的130%。可这个合同的赔偿包括违约金、赔偿金各项金额，所有条件点满，这个数还真不是完全达不到。现在该怎么办？虽说天天网那边之前承诺了会给咱们赔付违约金，可这600多万他们是不可能认账的。要不咱们去求顾川撤诉？要是真判我们赔600多万，咱们所有人都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啊！我再给他打一次电话试试。顾老弟，我们收到应诉通知了，之前压你款项的事情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撤诉，我们把之前压的款项全部打过去。毕竟咱们做生意还是要以和为贵嘛。你们校园网刚起步的时候，陈哥也没少照顾你吧？陈总，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你们压我款项的时候可没想着以和为贵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吧。小子，你以为你说多少钱就能赔你多少钱吗？别拿着鸡毛当令箭，趁着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我劝你一句，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是吗？你们压我公司资金几个月，可没想着留一线啊。这期间但凡你们结过1次款，那违约金也不是这个金额。废话不多说，法庭上见吧，一切按法律程序走。快过年了，这官司得年后开庭。这几家的老板估计是过不好这个年了，我也该考虑给员工发点什么新年福利了。老板，成了，前期的饮品研发全部完成了，有奶茶、冰淇淋，还有10几款饮品，你要不要来我们的工作室尝一下新品？好，我马上到。不是说去工作室吗？你不会跟我说你说的工作室就在女生宿舍吧？我不是让你申请资金租个地方吗？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啊？咱们现在不是资金链紧张吗？当然得能省则省啊！地方不是有一个就行，现在又不能创造效益，钱要花在刀刃上，懂不懂？嘿，他还不耐烦了，感情我以前的钱都花在刀背上了。好吧，那现在我要怎么上去？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我办事儿，你放心。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句话，我就莫名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哎呦，这孩子这是咋了？好好的这咋摔了？阿姨不用了，他没事儿，就是地太滑了。我们不打扰您了，我先扶他回宿舍。那你们小心一点啊，要是有什么不舒服，可要及时去医院啊。这就是你们办的事儿？你在抱怨什么？要不是为了踹你，我能摔了？我还没找你要工伤赔偿呢，你还不满意了？你是我的员工吗？你就找我要工伤赔偿？
你应该庆幸你不是我的员工，否则我扣你工资。我靠，小袁网上是真一点没说错你，你还真是不折不扣的黑心老板啊！你们别吵了，老板，你来尝尝我们新研发的饮品吧，看看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你们这些玩意儿怎么拿进来的？这在宿舍里能用？不会跳闸？偷偷拿进来的呗，反正我们最近一直这么用，没跳过闸。就是冰块当天冻的要用完，否则晚上宿舍断电，第二天冰块就化了。没错，就是这个味儿。老板，按照您的要求，完全没放植脂末，全部用的纯牛奶。不过口感上确实要差一些，所以添加了少量的调味乳。入口先是茶的清香，之后是奶的醇香和甜味，只是微甜，喝起来有一股高级感，比前世那些连锁奶茶都好喝。精髓在茶，大多数奶茶店的茶叶一般，为了激发香气，不要命的煮，最后只能用植脂末和糖来掩盖苦涩。谢毅然家就是种茶的，茶好反而要最大程度保留茶香。好喝，这款就这么定了。能不好喝吗？为了达到你的要求，还得好喝。这奶茶从茶汤到水再到奶的所有比例，我们不知道调了多少遍才出了这个味道。真是老板动动嘴，员工跑断腿啊！没他什么事儿吧？他可以走了吗？恐怕不行，而且老板你还得给他开工资。他是我请的饮品研发师，这些饮品都是我和他还有另外2名饮品研发师研究出来的。很好，刚才踹老板扣1000工资。那个，送我出去。顾川，这下抓到你的把柄了吧？我操！我以为拖欠工资已经够黑心了，没想到黑心老板在不断刷新我们的下线。现在打个破工都要被潜规则了。只有我在意他潜入女生宿舍这件事吗？你大小也是个老板，去开个房不行吗？老板，你那专属小黑子又出来发帖黑你了。不过这次我都有点拿不准，他是不是故意黑了？连我都好奇，你跑女生宿舍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还能干什么？谢依然把饮品研发的工作室直接设在了一间公宿舍里。我说我是去试喝他做的新品，你们信吗？他可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啊！那现在怎么办？要发声明澄清吗？我怎么感觉这事儿越描越黑啊？我们信你没用，网友哪能信啊？本来就说不清，用官方号发个辟谣声明就行，信不信随他们。正好还能给校园网带波热度，黑红也是红。那这个王浩呢？直接给他封号，用不着。这时候封号反倒显得我们心虚。再说他挖空心思给咱们造热度，都快做咱们校园网的野生员工了，除了费点老板也没别的坏处，随他闹去。嘿嘿，小黑子操作我早就算到了，个人账号想都别想。奶茶的核心消费群体就是年轻人，选址就定在大学周边，只有一个要求，离校门口越近越好。公司我已经注册完了，名字叫雪城，咱们要做的是连锁店。连锁店，老板，咱们现在的资金链撑不起这么大的摊子吧？放心，年后那几家 SP 公司的侵权案就要开庭了，赔偿金大概是这个数。60万，600万。哎，我突然觉得刚才看的这间店面好像有点小了。他果然没真的扣我那1000块。依然说的没错，这老板根本不像校园网上说的那么黑心。搞那些虚头光脑的没意义，发现金最实在。以后海生不管什么节日都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只发现金。儿子，这儿呢，爸。赶紧回家，你妈在家炖着鸡等你呢。从我上大学以来，无论多晚回家都是这样。我爸来接，我妈在家做好饭等着。在我家，炖鸡就是最高礼仪。在学校是不是总凑合吃饭？都瘦了。妈，我都胖了快10斤了。儿子，你之前电话里说搞什么互联网创业，弄得怎么样了？别到时候创业没成，正经工作也耽误了。爸，你放心，
我跟几个同学搭了个校园网站，现在已经开始盈利了，收入比正常上班还高。哎呦，我儿子都能自己做网站了，可真有本事！你那是啥网站啊？妈也上去瞅瞅。可不能让我妈上校园网，她要是看到那些说老板拖欠工资的帖子，指不定以为我在外面欠了多少钱，非得吓得整宿睡不着。网站刚起步，都是学生在用，不适合您逛。等以后我把网站做大了，再带您看，给您和我爸一个惊喜。对了，以后别给我打生活费了，之前我给你们转的钱也别舍不得花，该买啥就买啥。你儿子以后赚的只会越来越多。你自己赚的钱自己留着花就行，不用给我们打。我们俩都有工资，年纪大了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对了，你那网站到底靠啥赚钱啊？我平时上网看那些网站也不花钱啊。用户用网站确实不花钱，道理跟你们看电视差不多。看电视的观众不用掏钱，可广告商要在电视台打广告，不就得花钱吗？电视购物卖出去东西，不也得给电视台分成吗？都是一个理。懂了，快吃吧，再不吃鸡都凉透了。妈，真的够了，家里囤的这些东西，吃到正月过完都吃不完。过年就得备得足足的，哪有嫌多的道理？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小陈可回来了，快进屋，奶奶早把饭做好了。奶，我电话里都说了，我回来做就行，你们二老歇着。那可不行，哪能让我大孙子一进门就饿着肚子忙活？爷爷奶奶，我现在跟着老板创业，收入足够养活咱们一家人了。你们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就别干了。年后我先在锦市租个房子，把你们接过去住。用不了几年，我就能在锦市买上房子。去城里干啥？俺们不去，在这村里住了一辈子，哪儿都不去。你爷说的对，真去了城里也住不惯，连个说话的熟人都没有，蹲监狱似的。我们可不去。再说了，租啥房子啊？年后回去你就看看，咱直接买一套，咱家有钱。奶，不用，真不用买房子。为啥不买？总租房子哪是长久之计？别舍不得钱。不是舍不得，是因为我们单位分房子，对，分房子。单位能给我分个宿舍就不错了。还分房子？你们单位可真不赖，还得是大学生有出息。小陈，你可得好好干啊！爸妈，咱们家今年的茶叶还剩多少没卖出去？都没怎么出手吧？这些你不用操心，把书念好就行。我和你妈商量过了，既然茶叶不好卖，年后我们就出去打工。可千万别，我这边正需要大批量茶叶呢，你们打工去了谁种茶？你们知道之前我让你们寄茶叶是干什么吗？其实是我老板在做新项目，需要大量茶叶，现在定下来了，老板要开连锁奶茶店，茶叶需求量特别大。我把咱家的茶叶给他尝过之后，他一眼就看中了。真的假的？闺女，你可别哄我们。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瞎说吗？老板都交代了，过完年物流通了，先把咱家现有的茶叶发一部分过去，现款现结。现在毛茶市价差不多13块1公斤，他给咱们15块。只有2个要求，一是茶叶品质必须保证，2是今年咱家所有茶叶都得卖给他，就算有人上门收也不能卖。闺女，咱家茶叶的品质你还不清楚，绝对没问题。茶叶我们也肯定不卖给别人，就是你老板给的价比市价高不少，他会不会亏本啊？咱可不能坑人家。爸妈还是太实在了，1公斤茶叶能煮出1大桶奶茶，至少能调出几10杯，哪用担心人家亏本？还是先顾好咱们自己吧。饺子包完没有？该下锅煮了。来了。恭喜宿主，当前员工总数4852人，每人奖励10元，系统奖励48320元已发放至宿主账户。乖乖，过年这几天员工数居然不降反升，一天48000，谁能懂这快乐啊？老板，咱们做的可是鲜奶茶和鲜果茶，珍珠奶茶卖6块，柠檬水4块，这价格是不是太低了？外面粉冲的奶茶都要4、5块一杯了。最关键的是，咱们利润太薄了。现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同款竞品，咱们完全可以走高端路线。我们确实可以趁着先发优势定高价，但脱离了大众消费的东西，注定走不远。你觉得奶茶这个东西有很高的技术壁垒吗？没有，对吧？一旦我们做火了，跟风的品牌会立刻冒出来。在那之前，我们要做的是先把市场占住，薄利多销才是长久之道。我懂了，老板，还是你想的长远。我可没他想的那么深谋远虑。前世的奶茶行业早就给出了答案，4块钱一杯的柠檬水能赚得盆满钵满，24一杯的愣是赢不了利。再说，我搞奶茶最重要的目的是招人，以后茶园、牧场、果园、果酱工厂
冷链都搞起来，我简直不敢想会有多少员工。趁着门店装修这段时间，你回去负责招人培训，多招一些人手。报名的大多是在校学生，要安排他们明天来面试吗？让人事通知他们，明天统一过来面试。3级人才，资质还不错。李泽楷毕业进过大公司，干了1年就离职了。你有大公司的从业经验，就算时间不长，找份过得去的工作应该不难。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家初创公司？我之前是跑业务的，有次跟进一个大单，经理特意叮嘱我，请客户去本市最好的酒店吃饭。报销的时候，经理却说财务通不过，2000多的餐费只可以包800。我那一单提成总共才1500，我气不过，直接找到甲方那边，愣是把这顿饭钱给平摊要回来了。最后订单黄了，我也被公司开除了。同行的公司都被打了招呼，没人敢用我。这事儿在锦市采购圈都传开了，大多人当个笑话看，正经公司都不愿收我。抱歉啊，兄弟，我实在没忍住，你可真是个人才。行，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很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我们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你能接受吗？没问题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真的录用我了？你们老板能同意吗？你要不要打个电话请示一下？不用，我就是老板，放心，说录用你就是录用你，不会出尔反尔。老板，别的公司都怕我以后再干这种事儿，你就不怕我？我又不克扣你的报销，我怕什么？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不满，你可以直接找我这个老板说。做事还是别太激进，连甲方的钱都能平摊要回来，还有什么订单是他拿不下，什么价格是他谈不下来的？我就需要这种能力强又有点认死理的人。根据合同第3款第7条规定，贵方已构成基本性违约。之前我对萧克言的认知只停留在人才等级上，今天才算亲眼见识到他的实力。对方在他面前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原告主张的广告收益金额与我方后台统计的数据严重不符。我方网站自合作首日起就留存了完整的用户广告点击记录与复馈回收数据。既然双方数据存在出入，我方申请律师调查令，或由法院介入调取并核查双方后台原始数据。一旦真查起来，咱们那些操作说不定就是个死事，搞不好所有人都得进去。我方认可原告方提供的流量证据，因被告方恶意扣押结算款项，提供虚假流量数据，现判决被告各方赔偿原告本金、赔偿金、违约金等各项金额共计592.3700元，并处罚金50万元。几位留步，顾总还有什么指教？放心，赔偿款我们会尽快凑齐，毕竟晚1天就要多算1天违约金，我们可不敢再欠你钱了。此言差矣。要不是你们联合天天网合起伙来想搞垮我，你们也不至于赔这600万。赔完这笔钱，你们几家公司资金都得见底，怕是很难再经营下去了。是又怎么样？既然你知道背后搞你的是天天网，你有本事找他们算账去啊！也就敢在我们这些人面前耍威风。姓顾的，我告诉你，别逼人太甚，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我才特意叫住你们。如果我没猜错，天天网当初肯定承诺过你们，只要配合压我的资金，后续产生的违约金全由他们承担吧。现在600万，对方铁定不认账了，要不回来就只能认栽破产。如果你们需要法律援助，这位肖律师可以帮你们。这小子说的还真有道理，我们都要倾家荡产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给肖师兄的律所转律师费，之前谈好的是全部金额的3%，25万多，直接凑个整，转26万。万没想到，我目前到手的最大一笔收入，居然是这么来的。说起来，还真得好好感谢天天网。李泽楷那边也传消息回来了，各类原料的采购价都被他谈到了极低的水平，咱们的原料成本直接降了1/4。好，奶茶店准备试营业。这就是年前说的校园网的新项目，宣传说他们这个是用茶叶和奶现煮的奶茶，叫鲜奶茶，和以前的奶茶都不一样。这种奶茶应该会很贵吧？估计我是喝不起了。难道只有我发现雪城在各个大学附近一口气开了很多家门店吗？是的，同学，我们是全国连锁，目前在锦市各大高校附近都有分店。开业当天进店，无论是否消费，都会有小礼品送哦。感谢各位同学喜欢雪雪。你们这6块钱的珍珠奶茶真的是用茶叶和毒奶现煮的，就卖6块？是的，同学，我们的奶茶都是提前煮好茶底，点单后现场用粘奶调配，口感和普通粉冲奶茶差别很大。同学，柠檬水默认做冰的，现在天气还凉，喝着可能会有点冷哦。没事儿，我带回宿舍慢慢喝。哇！
哇，他们家柠檬水居然放真的柠檬片，而且才4块钱一杯，太好喝了吧！真的有茶香味，奶味也足，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天凉的时候喝一杯热奶茶，整个人都暖过来了。确实，以前喝的奶茶甜的发腻，这个甜度刚好，喝着很醇香。几位同学等一下，你们的开业小礼品还没选呢。这个是我们雪城的专属品牌形象，叫雪王。大家不要挤，我是工作人员，请大家按顺序排队，不排队的人就算挤到前面，工作人员也不会给你做的。外面的顾客请把门口中央的位置让出来，我们要在那里放鞭炮，避免误伤。这小哥胆子也太小了吧！你别说，他长得还挺帅的。一开始我是负责点单的，站了一会儿就有好几个女生要联系方式，严重影响工作进度，我只能来摇奶茶。互联网时代，流量就是财富密码啊。奶茶店很好，生意很火爆。今天过后，我再也不来了。喝惯了奶茶，再喝这茶水，感觉没滋没味的。你去雪城买点奶茶回来，天儿怪冷的，就当我这个老板给员工发福利了，每人1杯。老板，你知道现在去雪城买奶茶要排多久的队吗？等你喝上奶茶，我都冻成冰棍了。你傻呀？那不是咱开的吗？你给谢悠然打电话走后门啊？那你怎么不打？你是老板，说话不是更有用？我不管，反正这事交给你了。实在不行，你雇2个人帮你拿，公司报销。谢谢磊哥。谢毅然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你可真是个畜生！要是把老板套麻袋打一顿，又不被他发现的概率有多大？”老谢，你说的是真的？真有大老板要把咱们的茶叶全收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老谢，咱可经不起折腾，别让大伙白高兴一场啊！我骗你们干啥？依然说他们老板开连锁奶茶店，茶叶需求大，今天就来签合同，人马上就到。爸妈，我回来了。依然，大老板呢？咋没影？你该不会自个儿跑回来糊弄人吧？要不你们看看我呢？这位就是我的老板顾川，也是这次来收购大家茶叶的人。这不是开玩笑吧？这么个小年轻能是大老板？就算有钱，能有多少？咱全村茶叶他吞得下？我叫顾川，之前谢家的茶叶，还有村里几户人家的货都是我收的，现款现结，分文不欠。你们可去打听。我虽年轻，但绝不会坑大家的血汗钱。这真是你老板这么年轻靠谱吗？如假包换，他专程为茶叶来的，合同都备好了。大伙放心。之前卖茶叶给顾老板，当场数钱，童叟不欺。不管顾老板能买多少，库存轻一点，咱压力就少一点，对吧？现场给钱，咱没话说。顾老板，你要多少？你们村子的所有茶叶我全要，不止今年，以后的茶叶我全收。但有个前提，所有人必须签供货合同，以后茶叶只能卖给我，保产量，违约赔款。不过我们公司会提供5险1金和员工同等待遇。大家看这一条，如果你们的茶叶采摘下来超过半年，雪城还没有采购，那你们也可以自行卖给别人。最低产量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每年正常种植，绝对没问题。吃一堑长一智，奶茶店要是断了茶园，那无异于晴天霹雳。产量要求是防止竞争对手钻空子，要是有人给茶农1年的收入，让他们别干了。我的茶园不一样断了，直接收茶叶。这些人算不上我的员工，但签了合同，有了5险1金就不一样了。村民有了保障，我得了系统资金，双赢。已经签了合同的各位，可以回家去准备茶叶了。事先说明，我只要毛茶，以后这里的收茶事宜都由谢家负责。今年已经签了合同的村民，收购价是15块1公斤；没签合同的我们也收，但价格是13块1公斤。凭什么？大家都是一个村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没区别，凭什么他们比我们1公斤贵2块钱？对呀，凭什么？就凭他们签了合同，以后的茶叶都卖给我们公司，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有点福利是正常的。我们也不是强买强卖，没签合同的各位，如果想卖给我们，我们也收。我自认为给出的价格已经是市场价，很公道了。如果不想卖也随意。还有，如果茶叶的品质不过关，我们也是不收的。这个看起来乐呵呵、挺好说话的青年，也是有脾气的，真惹急了。人家直接不收我们的茶叶，我们卖给谁去？当然，签约也不是只有这一次机会。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有想签约的随时可以到谢家来。过了今年可就没有机会了。来，这个叔叔阿姨，你们真的不用这样，这我怪不适应的。爸妈，你们平时咋样就咋样就行，我们老板很随和的，没有那么多讲究，你们这样反倒让人尴尬。以后村里收购茶叶的事情就由叔叔阿姨负责，不只负责收购，还负责把茶叶生产成指定的包装。我回去后就发机器过来，你们可以在村里雇些人，工资都由公司出，叔叔阿姨领管理岗的工资。顾老板，我替全村敬你一杯，回头我就叮嘱我家孩子，以后在外面看到雪城的奶茶就给我买，可不能让顾老板的店倒闭了。老板，别看这边地方有些偏僻，但租金便宜，物业费更是按照最低的收费标准收，办公楼也不错。就是听说这地方原来的公司黄了，有人感觉不吉利，所以才这么便宜。咱们先看看，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还有别的方案。两位好，我带你们看看这座大楼吧。这座大楼共有5层，每层500平，采光极好。你们是第一个宗户，5层楼你们可以随便选。杜先生，您是这栋办公楼的产权所有人吗？是我。实不相瞒，这栋大楼之前是我的公司在用的办公楼，但我的公司破产了，这栋楼也就空了下来。不过你不用担心，公司的债务已经还得差不多了，这栋办公楼在我个人名下，后续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不知道楚先生有没有出售这栋办公楼的打算？我想整体买下来。什么情况啊？来之前老板明明说的是租啊，怎么几句话的功夫就要买下来了？卖，当然卖。不过这一整栋办公楼，就算是低价卖，价格也不便宜，450万。还有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虽然这附近的区域在拆迁，但这里不在拆迁范围内。若干年后，这里可是经济开发区，早晚都会拆迁。不过我买这楼也不是奔着拆迁去的。茶园村每天都有人签约，加上校园网邀请制的人数，我的员工现在稳定在5000多人，每天5万多的收益啊。美中不足的是，这楼还是太空了，还得继续拓展产业。老板，天天网那边收购了一家和我们校园网模式基本相同的社交网站，现在天天网改头换面，并采用了和我们相同的邀请模式，让我们的新用户数量开始下降。长此以往，怕是会蚕食我们的市场。老板，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好几家雪城的竞品和仿品，而且他们的门店就开在我们旁边，把我们的客户分流走了不少。天天网上还有不少人抹黑我们，说我们用的都是对人体有害的劣质原料，还说雪城根本不是全国连锁，继续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不得不承认，大公司还是有点东西的。好在他们反应慢了点。咱们校园网的社区生态已经形成，用户忠诚度极高，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老板，现在怎么办？模仿咱们的门店越来越多，再这样情况恐怕不妙啊！不要慌，奶茶这一行门槛极低，出现藏品也是意料之中。那些目前都是小店，我们要有自己的节奏。现在天气暖和了，可以上市。冰淇淋的价格就定为1块钱一个，让每个门店都用广播宣传，门口挂上醒目的标语，确保路过的人都能听到、看到。1块钱一个的冰淇淋完全不赚钱，但却能吸引大量顾客进店，带动消费。很少有人会在我们店里买个冰淇淋，再专门去别家买饮品。好的，老板，我知道了。现在天气转暖，冰奶茶也可以趁着这个势头上市。还有，现在有不少人攻击咱们虚假宣传，说我们根本不是全国连锁，咱们是不是可以开放加盟了？你的方案没问题，广开门店确实是当务之急，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加盟，是直营店。直营能更好的保证品质，立住品牌形象，不至于发生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的事情。所有利润也都归我们所有。最重要的一点没法说，加盟我还怎么招员工？直营所有门店可都是我的员工。没问题。我这2天就准备一下去拓展市场，就先从周边的城市做起。梦然，通知校园网的骨干到3楼会议室开会。天天网步步紧逼，就别怪我不客气。哼，就这么个小网站，被我们收购是他们的福气，居然还敢不识抬举，那就叫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倒看他们拿什么跟我们斗。那几家 SP 公司算他们溜得快。接下来加大对校园网的打压，他们拉新给3块，我们就给到3块5。我们平台功能比他们齐全，直接把他们碾死，把用户全部请过来。陈飞，小游戏开发的怎么样了？抢车位游戏已经在今天上午完成了最后一项测试，随时可以上线。另一款好友买卖还需要几天时间。
好，那就今晚8点上线。你们这边在快乐农场做个推荐链接，梦然那边也在校园网挂上推荐链接。好的，相信抢车位上线后，又能为我们吸引到一大批的新用户。抢车位上线确实能够稳住咱们目前下滑的新用户增长量。不，我要的可不仅仅是稳住了这么简单，而是直接锤死对手。叶旭晨，会议过后你就开始着手准备，网站要新增一个外卖板块，一个可以线上点餐送餐上门的平台。喂，你好，我要想贵公司帮我挖一个人，我新项目的 CEO。顾总，说实话，符合你这个要求的人还真不太好挖。能做到 CEO 这个级别的，薪资待遇是其中一方面，他们更看重的是平台和发展。你这个公司是做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和快递行业差不多，更多的涉及到商业机密，需要面谈。没有什么比较有能力的副总或其他高管，正好要跳槽或者辞职的吗？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个同学，之前在快递公司做副总，最近刚辞职，他家是紧致的，有想要回乡发展的打算。不是说是初创公司吗？现在初创公司都有独栋办公楼了。5级人才，这是我见到的除了肖奎言之外的第2个5级人才。顾总，我在行业内摸爬滚打了15年，手上的资源和渠道足以帮您拿下这个项目。程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海盛、校园网、快乐农场、雪绸饮品，全部都是我们的产业。而整个海盛到现在成立尚且不到1年。不到1年，这得是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啊？程先生，我要做的是一个可以线上点外卖的平台。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那你将出任这个外卖平台的 CEO。我在魔都工作过，那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外卖的需求量我太清楚了，市场前景巨大。能想到这种模式，眼前的年轻人真是个天才啊！怎么样，程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但我事先说好，我这儿毕竟是初创公司，薪资可没有你原来的高，但可以给你外卖平台2%的净利润分红。要是他在说刚刚那番话前跟我说这个薪资，我极大可能会直接离开。可是现在，这个项目的前景让我心动，项目成功，我的身价水涨船高。顾总，合作愉快。程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怎么感觉新老板比我还激动？不过老板足够重视是好事，我都决定跟着这个小老板赌一把了。顾总，那咱们这个平台现在管理层都有哪些？平台搭建的怎么样了？我先去对接一下。目前只有你一个管理层，你需要什么人手直接招聘就行。目前计划是平台依托于校园网，借助校园网的大量用户给外卖平台引流。感情现在这个外卖平台就是基本等于只有一个想法，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有了校园网的流量支持，这个平台在本地市场就相当于含着金汤匙出生，这可比打什么广告都有用。你这是加了多少班才做出的这份企划案？本来预计差不多1个星期，我加班加点3天就搞定。新项目上线就是要争分夺秒。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咱们公司是不提倡加班的，工作是做不完的，身体熬垮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刚来可能不知道，在咱们海盛加班和请假一样要提前申请。你身为高层得以身作表，下不为例啊。我在魔都加班是家常便饭，老板恨不得每个人都无偿加班，我还是第一次见老板主动让员工别加班的。我前世就是加班熬死，我可太懂这句话的含金量了。我不允许自己的公司发生这种事。好了，接下来说你的企划案，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十分完善，只有这部分需要修改。顾总，您是嫌抽成比例低？我核算过，18%基本是商家承受上限，再高就没人愿意入驻了。你怎么会以为我嫌抽成少？是比例太高了，抽成最定方8%，配送费不要商家出，用户付的全部归骑手，活动减免部分由平台补贴。可是顾总，这样平台的利润直接砍了大半，盈利会不会比较困难？这个利润点，我觉得完全有的赚。提点按您的要求降了，
但我对商户加了一条要求，外卖的价格不能比堂食高。好，就这么定。后市平台抽成过高，商家成本全部转嫁给顾客。堂食16的面，外卖卖到30多，用券后仍要20多。我降低佣金，就是为了让外卖更便宜，商家也能赚到钱。这个程万里真是个天才啊！平台的名字叫闪送，写字楼抵押贷款，再加一笔中小企业无抵押小额贷款，能贷的我都要贷一遍。外卖是个烧钱的行业，从起手装备到拉新活动，都是一笔巨款。公司账上那点钱远远不够。王总，听说最近顾川那小子正在到处贷款，校园网的资金链也不紧张啊，他不会是要憋什么大招吧？他的贷款怕是用来给雪城扩张资金缺口大，想做全国连锁，我们釜底抽薪让他血本无归。雪城布局的城市奶茶店全部免费上我们天天网本地频道，看雪城垮了，他拿什么还贷？闪送那边进度如何了？顾总，商家起手都已落实，平台后天可如期上线。目前上线活动还没确定，我准备了2套方案：新人首单半价，或是首单1分钱，您选哪个？现在正是培养用户习惯的关键期，活动就要做足，别小家子气儿，直接上首单1分钱。对了，依然，其他城市雪城门店情况如何？刚开业势头都挺好，可最近天天网在疯狂针对我们。凡是雪城入驻的城市，别家奶茶店都能在天天网免费推广，对我们冲击不小。滕总，平台上线后，所有城市雪城的起送金额设到最低，配送费全免。雪城设置专线配送员，优先保证时效。老板这招真高，别家奶茶店想学雪城免配送费，就得自己补贴，小店根本扛不住。外卖赛道上，雪城几乎没有对手。闪送外卖，这是什么？外卖平台？你好，这里是闪送咨询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区的网吧想要点隔壁区的外卖，也可以给我送吗？可以的，先生，只要能点的酒都配有电动车，会保证用最快的时间给您送达。另外，我们平台的新用户首单可以享受1分钱点单活动。1分钱？是我点一份外卖只需要花1分钱吗？是的，先生，每个用户只能享受1次哦。满管48号机器的泡面不用泡了，钱给我加机器里。我的外卖是钻石网吧，这个酒吧在哪儿来着？我咋想不起来了？在景大附近的那一条网吧街。哦，对对对，谢了。大早上的，要是能喝杯奶茶就好了。有没有人出门啊？出去的帮我带一杯。别指望我了，我还想让你帮我带一杯呢。我靠！校园网出了个外卖板块，可以直接线上点外卖送到宿舍楼下，首单还可以1分钱点单。不但有，而且几乎所有奶茶店都可以点。咱们点哪家？点那家港式奶茶吧，我看最近在天天网上很火。咦，这家还要2块钱配送费。原来都要配送费，只有雪城不用配送费，那还是喝雪城吧。耶！顾总，注册订单暴涨，咨询电话已经打爆，还没到饭口，午饭时段不敢想象。淡定，有校园网引流，用户暴增不是早有预料的事情。老板，爆单了！锦市所有的雪城门店都爆单了。我在后台能看到，爆单了你不去帮忙摇奶茶，还有时间来我这里大喊大叫。程万里顶不住了，让不忙的员工都去帮忙送餐。
连我这个老板都得亲自上阵。我不要送外卖，我要回办公室创造效益，我要干大事。一起来了好几单，熟悉的地址，天华大楼16层，天天网的办公区。你别说，天天网还真挺支持我这个竞争对手的。这外卖不要钱似的点。校园网是咱们的竞争对手，你们不知道，还点他们的外卖，以后不许在校园网点外卖。真是够了，连我们在哪点晚餐都要管。妈的，嘴上说着不让我们订，他自己不是也天天偷偷订雪橙的奶茶？你们王总还点雪橙的奶茶？他天天喝奶茶，我好几次见秘书送进他办公室，自己能点却不让我们点，怎么不给他喝出糖尿病呢？雪橙的奶茶都是减糖的，如果他本身身体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喝出糖尿病。那真是太可惜了。哎，你怎么还不走？不急着送外卖了？今早听说王总派人调研闪送，不让我们点外卖，搞不好公司要自建外卖平台。这样啊，那只能祝你们好运了。这是昨天来店里发的宣传单，是一个外卖平台，上面说首单可以1分钱，要不咱们中午就点外卖吧。邀请成功一个人还能有3块钱奖金，这简直就是宝藏网站啊！我家小子天天抱着电脑，瞒着我这个网站，之前总喊同学注册，还不肯说明，原来拉新一人赚3块。今晚回家要盘问他钱的去向，说不明白就收拾他。校园网在锦市周边影响力最大，先拿下这批盈利见效最快的城市，下一步再布局魔都、京市等一线。你根据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做就行，你办事我放心。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听说天天网是咱们的老对头了，咱们这次这么大张旗鼓弄外卖平台，他们那边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有点不寻常？几天前我得到消息，天天网也开始开发外卖板块，打算跟咱们打擂台，你怎么看？他们想弄就弄呗，我只希望他们先搭建平台，再招聘骑手，最后再确定商家。英雄所见略同。你可真够坏的！叶总，一起涌入的用户实在太多，校园网的服务器被挤爆了。都别慌，跟我来，恢复服务，然后设置准入控制，服务器快过载时让用户排队，再联系厂商加购服务器。不是你要是个网游排队我都忍了，头一次听说登录一个社交平台还得排队的，真他妈新鲜了。我倒要看看这网站到底怎么个事儿。王总，闪纵现在不止在锦市十分火爆，也在飞速占领其他地区的市场，利润十分可观。咱们这边要加快速度了。技术部那边还要多久能完成板块升级？最快1个星期，所有功能就能测试完成，全面上线。好，人事部和采购部从现在就着手准备招聘、培训、购买装备。进军外卖的事务必保密，防止顾川抢先布局针对我们。商户上线前再对接。现在外卖风口正盛，商户自然会入驻。不入驻，不入驻。老板，为啥呀？咱们天天外卖马上上线，条件比闪送还优惠。兄弟，实话说，我们和闪送签了独家合约，违约要赔偿。合约内容对方要求保密，我实在迫不得已才告诉你，千万别外传。那些商户签了独家合约，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咱们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告诉我他们签了独家合约？主要是之前咱们都是侧面打听，没细问。违约金多少？5000。千防万防，没想到顾川从一开始就给我玩了一招釜底抽薪。没有商户，我这外卖平台送什么？一家5000看似不多，可锦市商户基数大，上次给 SP 公司赔钱还历历在目，这笔违约金我可不敢揽到自己身上。
仅是周边尽属不川，放弃正面抗衡。主攻京市、魔都、申市、杭城一线，借杭城博览会风口，仅是留给不川。天天外卖和咱们同一天上线，还都在相同的4个城市，没想到对方还挺当机立断的。接下来就各凭本事了。他们效仿后市外卖平台模式，商品标价虚高，叠加打包配送费，再靠大额红包优惠券把实际价格拉到和闪送持平，还推出凑单满减。不得不说，天天网的这些高层还真是天才。对不起，对不起，您的订单实在送不过来了，我们给您退单。先限制下单，让骑手把手里的单送完再说。这可不至于，能让再流动，我就当这吃饭怎么着？然后我们大家。 3区订单过多，挂提示告知用户配送较慢，请谨慎下单。备用骑手全部上岗。经验还是很重要的。听我的，朋友们，千万别订天天外卖，运力不足还接单，我干等1中午没送到就拿退款敷衍，1分钱的订单要你退什么？ 我中午在天天外卖订餐，等了快2小时才送到，同事闪送点的餐都快消化完了。楼上的说，校园网是良心网站，怕不是不了解内情。校园网老板创业初期就是靠拖欠员工工资起家的。黑红也是红嘛，只要不影响外卖单量，他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别说抑郁了，我生气都算我输。网友骂得凶，可一点不耽误他们点外卖，吃饱了才有力气骂。 你们今天看到大街上那些穿着工服、骑着电动车的人了吗？到处都有，那都是干什么的？送外卖的。我听说咱们公司前阵子离职的副总，现在就是闪送外卖平台的 CEO。我有朋友在那儿送外卖，他们那儿的外卖员工资比咱们高，还都有5险1金呢。偷偷跟你们说，我也打算去那儿试试，送什么不是送？你们去不去？我不去。那新开的平台能不能干得下去还两说，还是咱们这儿稳定。我也不去。 我在这干的挺好的，就招1个骑手，还这么多人，还真是你们！老王，你不是说闪送不稳定吗？还有你老张，你不是说你送快递挺好的吗？ 感情你们是背着我偷偷来应聘了啊？看你们这位置，天不亮就来排队了吧？起开，让我插个队。什么？订单超时还要扣钱？那是我们想超时的吗？ 不是订单太多了吗？凭什么用户退单让我们赔？要不是后台给我们分那么多单，我们能来不及送吗？怕超时，你们倒是多招人啊！大家先不要激动，这是上面下的规定，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听我的，先安下心来干1个月，其他的我会和上面谈的。交涉个屁的交涉！国兴老子辛辛苦苦跑1个月外卖，最后能开多少工资？还得看对方良心。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 大家别冲动，现在工作不好找，逞一时之气不干了，你们拿什么赚钱养家？
公司决定，工资发放以新颁布的薪资计算标准为准，但考虑到平台刚刚上线，情况特殊，第1个月所有人不计算扣款，扣款金额由公司承担。新的薪资标准从下月起开始执行。也就是说，这个月的工资不扣了，但下个月还是要扣的，那还不是一回事吗？就是缓了1个月的时间而已。上面这是在拖时间招新人呢，这批人接受不了扣款规则，就招能接受的新人呗。高层的这些常用手段，我见多了。我们平台工资高，还有5险1金，加班有加班费，超时不扣钱。别说了，兄弟，同样是送外卖的外卖员，待遇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这有啥？你跳槽来我们这儿不就行了？我们这儿很缺外卖员，尤其是成手。狗日的顾川，欺人太甚！给我搞活动，加大优惠券金额，不管闪送的外卖多少钱，我们永远比他便宜1块。还有骑手的问题尽快解决。顾川，你的资金已经要到极限了，我就不信你的资金能比我天天网还雄厚。你确实有些本事，但家底还是太薄了，在资金方面，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顾总，新开辟的这几个城市市场太大了，就算有雪城和校园网不停输血，闪送的资金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如果这个时候资金断了，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天天外卖必会趁此时机抢占市场。我现在就从我的私人账户里给你转800万，这些够吗？不够，我过几天再给你转。800万，私人账户，这2个词儿我都懂，组合在一起，我怎么就有点不明白了呢？老板，这到底是哪家的富二代出来创业了？顾总，够了，足够了！现在校园网和雪城都在源源不断的向闪送输送资金，我猜测天天外卖那边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行，只要做到我那几点要求，外卖员一定要上5险1金，人手不够就招，一定要给外卖员留出相对充足的配送时间，外卖员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其他的你自己决定。老板，要不你还是多关注一下闪送，我也是第一次当 CEO， 我怕出现什么决策失误。老程，你要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当老板，经验不比你多，放手干吧，我相信你的能力，只要大方向上不失误，其他的失误都是可以纠正的。我不老。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出更高的薪资，留下要走的那部分骑手？人事部已经给每个离职或即将离职的骑手打过电话，他们离职的意愿很强烈，多数人面对高薪也无动于衷，能留下的寥寥无几。即使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在和闪送的初次交锋中，确确实实是败了。继续烧钱针对闪送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决定，魔都、京市和申市的优惠券加码全面停止。接下来，我们要把重心全面转移到杭城。什么？这样不是等于放弃了其他3个城市的市场吗？这怎么行？前期的投入岂不是都白费了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道理，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既然其他几个城市的失利已成事实，咱们现在就要壮士断腕。杭城正在举行世界休闲博览会，人流巨大，市场缺口同样巨大，天时地利人和。最重要的是，我个人十分看好杭城今后在互联网方向的发展。我不只要把外卖平台的主战场放在杭城，还要把天天网的总部也迁移到杭城去。王总，迁移总部可是大事啊，您一定要三思啊！愿意过去的，公司会提高福利待遇；实在不愿意过去的，也没有办法。到了杭市，咱们可以再招人。那边的互联网人才可比锦市多多了，就这么定了。老板，天天网的总部搬迁到杭城去了，天天外卖也取消了红包补贴，主动停战了。
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航城那可是日后的华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天天往总部搬过去，之后的很多年里必定会吃到许多红利。我有着远超这个时代的技艺，王将可为。就凭这份眼光和魄力，我都有点佩服他。咱们要不要也考虑把总部迁过去？不迁，咱们海生落户锦市，谁能说得好锦市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数字经济重镇呢？通知程总，闪送也取消配送费补贴，以4大城市为中心，稳步向周围扩张。和天天网的外卖之争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雪城的各种配套产业是不是也该搞起来？以后物价、用人成本逐渐上涨，要想做到不涨价，现在就要开始谋划。就先从原料方面入手。消耗最多的是茶叶、奶和柠檬。茶叶已经解决了，查了才知道，就算是结果最早的香水柠檬，从种植到结果也要2年。柠檬园确实要尽快搞起来了。老板，叫我来什么事儿？有事赶紧说，说完我好回宿舍收拾明天出差的东西。下午还得回去上课。真怀念他以前对我客客气气的样子。我最近有想弄个柠檬园的想法，你觉得怎么样？老板，我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柠檬售价不低，咱们长期大批量使用，肯定比不上自己种植。只不过前阵子公司全力扩张外卖，资金吃紧，我就没提。可还有一个问题，从买地种植到结果，首批至少要2年，市场变化莫测，这个战线是不是拉得太长了？做一件事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雪城是海生的长期发展产业，目标是覆盖全国的城市乃至乡镇，全国连锁不是说说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届时各种原料的需求量会有多大。在未来，奶茶的市场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老板，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弄一个大型柠檬园，不但供给鲜果，还开一条生产线，自己生产柠檬果酱，甚至其他各种果酱和原料也自己生产，完全发展出一条自给自足的产业链。就是这个钱，好家伙，格局这就打开了。这条产业链下来，得招收多少员工，我简直不敢想。就按照你的想法干，资金不成问题。近期你就去蜀省物色柠檬园，资金不够，我分批打给你。顾总，请问您昨天下午3点有没有转68万元到雪城的账户？对，是我转的。顾总，您下次再转这种零散的资金时，可不可以提前跟我们财务说一下？上次突然多出一笔资金，我们对了整整1天，今天又突然多出一笔。你管60-70万叫零散资金的吗？刘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增加工作量了，我下次注意，一定先给你们打招呼。谢谢。等等，08年，奶源，奶。 08年最轰动的事件，除了奥运会和金融危机，就是知名企业奶粉的添加剂事件。那玩意儿在乳制品界又称蛋白精，加到牛奶里只需几克就能让蛋白质指标达标。丧心病狂到把它添加到婴儿奶粉里，造成红牛酿毒的事件，令无数家庭破碎。现在距离事件爆发还有2年，悲剧还有挽回的余地。我必须要想办法阻止这一切。直接曝光不可行，这几乎是在和整个奶制品行业对抗，没有切实证据，还极有可能被当作造谣处理。必须找权威人士联合监管突击检查。 可我不认识相关的人啊！校长，怎么劳您老亲自给我打电话呢？我还说这几天要回学校去看您呢。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专门来看我就不用了，我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想求你点事儿。你的海生搞得有声有色，人才缺口一定不小吧？现在已经是毕业季了，要不我在锦大的校招会给海生留个位置，你来锦州副业路点人。正好，我也有事求他。没问题，校长，下午去您办公室，咱们面谈。等等，面谈就不必。嘿嘿，校长，我来和您谈谈海征来锦大招聘的事儿。你这么殷勤，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没钱。放心，校长，我不要钱。你们海辰的待遇这么好，这比那些大企业也不差什么了吧？你不会真的拖欠员工工资？校长，没事少看点八卦吧，一看您就没少逛校园网。放心，我从不拖欠员工1分钱工资。我可以来锦招招人，但我这个口碑你也知道，能招多少我不敢保证。能招到多少算多少。好了，你有什么事儿
现在可以说了。校长，您在世间有相熟的人吗？或者是食品行业的大佬？我这边有一件大事，需要您的帮忙。这个您先看看。这都是真的，真的有企业敢在牛奶和奶粉里添加这种东西？我敢保证，这都是真的。但现在3速干案到底应用到了什么地步，有没有造成实际危害，我还不知道。要是真有歧视，那必须要严查。这些东西要是真被添加到了婴幼儿奶粉里，后果我简直不敢想象。这样，我有朋友在检测机构，我去买几款市面上的牛奶和婴幼儿奶粉，请他帮我定向检测一下。拿这些东西干啥？我家没小孩。我来是请你帮忙的，谁管你家有没有小孩？那你就拿这些东西找我办事儿，这是老年营养品，你搁这跟我玩礼轻情意重呢？想多了，这就是找你办的事儿，没有理。这些东西检测以下3聚氰胺含量，就这点事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知道了，没其他事儿，你可以走了。我等下还要去开会，出结果了告诉你。这玩意儿添加到食品里了，他怎么一点都不惊讶？算了，老梁答应了帮我检测，我安心等着就行了。我不管你是收购还是租场地，用最短的时间给我弄个微型牧场，还有一条纯牛奶的生产线。生产线不用太高级，牧场也不用太大。目前主要是供给雪城所需的纯牛奶。顾总，收购我去。这牧场属于雪城下属产业，直接由我去收购。我越过谢总越俎代庖，这会不会不太合适？这不是对你的试探，也没有你想的那些职场潜规矩。在我这里，只要你有够能力就会被重用。之所以找你，是因为谢依然现在忙于开拓市场，分身乏术。其实我很欣赏你当初直接去找甲方 A 钱的魄力。顾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完美完成您交代的任务。只要是我经手的项目，绝对是最低价，绝不让公司多花1分钱。不是，我就委派给你一个任务，你咋整这么热血？我是让你去正常收购，不是让你去压价啊！招聘的职位和人数还真不少，不过后面的奶茶店店员和骑手是什么鬼？来大学招这个？你要去海参校园网，你总知道吧？就是海参的产业，老板黑心还拖欠工资出了名的，你敢去？其他公司竞争这么激烈，你觉得咱们面试上的概率有多少？反正这里没多少人，不如先投个简历试试。拖欠工资那不是以前吗？海参现在也是正规企业了，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劳动仲裁也不是吃素的。老李啊，你让我检测的3族酰含量结果出了，你拿来的那些东西都不含3族酰含，你没事闲的检测这个干啥？有个人跟我说，这些牛奶和奶粉里面可能含有3素酶3，我就想让你检测一下。什么？你说的是那些牛奶和奶粉？我以为你让我检测的是包装，牛奶和奶粉都扔了。我让你检测的奶粉和牛奶你都给我倒了，你去给我检测一堆破包装！谁能想到有人敢往食品里加这玩意儿？那可是违法的。行了行了，我自己再买一份，重新检测。两位老哥，刚刚我跟我们老板请示过了，老板说贵是贵了点儿，但要是没有太合适的，差不多就这样吧。哎，打工人你们要理解，老板永远都是嫌贵的。老弟，你们老板是周扒皮吗？兄弟，实在不行你跟你们老板说，让他别买了。我哪敢跟老板说这些呀？两位老哥，老板那边也算是同意了，咱们这就签约吧。牧场40万，生产线8万，一言为定。我已经让人检验过了，你说的没错，市面上的许多牛奶都已经在添加3族氰胺，婴幼儿奶粉目前基本都是不含的，只有知名企业的一款。婴幼儿奶粉中发现添加了少量的3族氰胺，那可是婴幼儿奶粉啊，他们怎么敢呢？果然，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好在还没有酿成惨剧，现在阻止还来得及。校长，您还是在象牙塔待了太久了，财不动人心，只要利益足够，他们有什么生产界？我想联合相关行业的权威人企业，还会加大式联名举报，再用校园网造势加上媒体曝光。我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所有奶制品的检测中都加上3族氰胺这一项检测。年轻人，心是好的，想法也可行，但手段还是太婉转了。你的想法我知道了，但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也不要对外透露一丝一毫，剩下的就交给我吧。陈总，前阵子婴儿奶粉的内部检测结果出来了，有婴儿食用咱们的奶粉后出现了肾结石，问题出在囊源上。你们怎么敢的，在奶中添加3族氰胺？
陈总何必这么激动呢？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说我害人，可你用我的低价奶用的也挺好的，这个价格的奶你真就一点怀疑都没有过。事发了你说你不知情，况且我那是 A 物质，一种新型的蛋白质含量极高的物质，不是什么违禁品。要是没有我提供的奶粉呢，如果继续使用我的原料，我还可以把出货价格再降5倍。最快的速度给我查一下，我们用现有的奶源奶粉的成本价是多少？如果更换奶源，成本价要高多少？之前有用户投诉，集团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产品没有问题。里面检测出的物质，我询问了奶站那边，是一种高蛋白的新型物质 A 物质。此事到此为止，谁都不许再提。神气什么啊？谁不知道海盛给你们锦大一口气提供了好几百个就业岗位，你们锦大的就业率还不是靠着海盛？老魏说对了，我们锦大还就是给几百名人才，海盛初期投入了锦大学生，出了学生创业项目，如今有了成绩回报母校，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忘了。对了，你们最优秀的团队在拿到创作大赛第1名后就被海盛收编了。可是我听说海盛去锦大招聘的不是骑手和奶茶店员吗？而且还拖欠工资。老李，你不能为了就业率就坑学生的前途啊！放屁！那是海盛给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一个托底的选择。海盛欠你工资了？这不是我说的，是你们学校自己的学生说的。不信你回去看看。好家伙，竞争不过就开始黑。他今年都毕业了，算个屁的锦大学生！我当时怎么就瞎了眼给他批了创业扶持呢？奇怪，入职海城的人也不少，怎么没人出来澄清一下？你说你就不能抽时间关注一下校园网吗？海盛在校园网都被黑成什么样了，你都不控制一下舆论吗？校长，您都学会用黑这个词儿了，别担心，黑红也是红，强行控制只会适得其反。我又没真的拖欠工资，怎么样？怕啥？对了，长，不该问的别问。校长这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啊。顾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带着局内多个4局部门联合好几名专家来咱们这里抽样检查了。你慌什么？咱们的产品又没有问题，对方想检查什么你配合就是了。这个时候你不去陪着检查团队溜出来给我打电话，都是在以前的公司养成的职业病，一看到突击检查就慌。我都忘了，新老板任何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东西都不让添加，各方面都合格，怕个屁的检查。一个突击检查咋还给你整骄傲了？我原来在行业巨头伊敦，李泽科那小子把牧场吹得天花乱寨，把我挖过来。来了一看，牧场就是个50多扭的微型牧场，生产线有且只有一条，还是收购的淘汰货。我每天都在心里把他的户口本问候无数遍。不过老板说了，趁这段时间扩大牧场规模，再扩建含乳饮料生产线，准备进军液态奶市场，还说未来的液态奶市场是得娘远者得天下。能说出这话，可见顾总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行，干！各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39批次产品被检出含有3自叶酸。陈玉华，请跟我们走一趟。我要去国外出差，你们凭什么拦我？我都说，奶源是奶站供应商的问题，人是他们。从突击检查到抓捕涉案人员，一共只用了3、4天。前世这件事，要是能早早爆出来，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婴儿受害？这一世我阻止了事态恶化，可还是有许多家庭受害。这事儿如果不趁现在扼杀在摇篮里，以后受害的婴儿就不是几千，而是几十万，那背后就是几十万个破碎的家庭。校长，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您果然是雷霆手段啊！难怪您不让我出手，我是拍马都赶不上您啊！年轻人，你要学的还多着呢，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我的能量倒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大，主要是梁教授联合了一众业界堪称泰山北漏的专家一起直接举报到京市，检测数据摆在那里，国家对婴幼儿方面有格外重视，国家直接出手干预，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好了，你去忙你的吧。这次你的雪城的牛奶可是被点名表扬了，这阵子你怕是有的忙了。请问贵公司是怎么做到产品这么高标准的？以后是否会一直坚持用这样的高标准要求生产？我从不觉得这是高标准，相反，我觉得这只是达到国家要求的最低标准。以后我们生产的产品最低也是这个标准。我们老板说了，不让添加的东西一点都不加，
限制用量的东西严格按照标准执行，跟着国家标准走就对了。我们怕对外采购的原料会有问题，就连奶牛都是自己的牧场养的。我们做的奶制品都是雪城饮品原料，如果从源头就烂了，那品牌也不用做了。您知道蛋白精吗？为什么一众奶企多少都用了添加蛋白精的奶源，达山乳业却避开了？最近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蛋白精到底是啥？还能这么干？牛奶那是喝的东西，还能添加这玩意儿？我们自己有牧场，奶源都是自产自销，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谢总，是我。雪城现在真的不需要牛奶原料了吗？谢总，要不你要点吧，我这马上要爆仓了。牧场那边还在不停储奶，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秦总，不是我不想要，我这边已经爆仓了，实在是没地方放了。其实你不用担心，老板让你生产，你就无脑听话就行了，他自有安排。实在担心，你就给顾总打个电话问问，他又不能吃了你。我是后加入的，追着顾总问，顾总会不会觉得我在质疑老板的决策？从顾总的安排可以看出，顾总一直都有十分清晰的规划。趁着被国家点名表扬的这股热度，用纯牛奶打开液态奶市场，再把含乳饮品推向市场，高，实在是高。不对，公司寄来的样品口感顺滑，咱们生产出来的有颗粒感，这一批完全就是不合格产品，排查。是均质机，实验室的小锅和工厂的大罐不一样，压力设置不对，稳定剂没有完全溶解。成了，4条生产线，草莓、黄桃、椰果、蓝莓全部开动。产品名锅乳酪。顾总，各大商超都能进，就是最佳位置都签给了大品牌，咱们只能被放到不显眼的位置。最麻烦的是沃尔玛，审核极严，还要求在米国本土有仓储能力，就算达到了要求，咱们也没有议价权。利润会被压得很薄很薄，那就不进沃尔玛。沃尔玛想凭借体量将我们的利润压到极致，让我们给他打工，那是不可能的。其他各大商超你正常去交涉，在他们能接受的范围内争取最好的位置，再谈咱们上市这几天要个超市地堆的位置搞宣传。依然，店铺你着手准备一下，店铺名字就叫雪城官方旗舰店。另外，雪城的各个门店也专门设了一个陈列区，让用户可以直接在门店买到咱们雪城旗下的所有产品。好嘞，老板，你脑子里怎么能有这么多奇思妙想的？恭喜宿主，目前员工38069人，每人10元，系统奖励384690元已发放至宿主账户。果然还得搞实业，用人才多啊！好家伙，叶旭晨不知什么时候升到5级人才了。这1年的磨砺，他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负责人了。看来叶总挺忙的。老板，你怎么来了？突然想起上次你说校园网要制作一款新的页游，来问问你怎么样了。老板，你是不是又偷懒了？没看我们送上去的文件？这款页游名字定为无限循环，是一款微恐怖元素的探索剧情类页游。剧情由全民创作大赛第2名的周晨亲自操刀，画面和特效全部由第1名的包爽团队制作。游戏制作到哪一步了？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快上线了吧？已经上线10天了。上线第1周的营收报表我都交他上去了。上线第1周营收89万，1周89万，这不是大型网游，是一款页游啊！这哪是游戏，这是印钞机啊！我的公司有了这么牛逼的项目，作为老板，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家人们，谁懂啊？老板，要不你还是雇个秘书或助理吧，我是真的担心公司哪一天会倒闭。回头我就让人事部给我招一个助理。现在的厂商真是太黑心了。什么都敢往食品里加，弄得我现在想给咱们儿子买点牛奶都不敢买了。达山牛奶还有吗？没货了，那个现在卖的太火了，早就断货了，下一批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来，也不能预定。
咦，雪城牛奶和雪城奶茶店是一家的吗？雪城不就是前阵子和达山奶业一样被点名表扬的吗？前几天校园网还有很多人发让他们卖牛奶，没想到真卖了，2块5一盒，不贵。别抢，别抢，等我摆完呢。哎，那是空箱的，纯牛奶真没有货了。要不你们看看这个含乳饮料，也是雪城的产品。我看看，果味含乳饮品，还带果粒儿，比牛奶还贵5毛，也行，买回去尝尝吧，好歹含奶。大家都说说，雪城进军液态奶行业，纯牛奶也就算了，他们的果乳酪还和咱们的新品果粒多几乎一样，你们怎么看？会不会是有人泄露了公司的新项目，才让雪城捷足先登了？咱们的新项目高度保密，就算是伊顿都没法刺探到，雪城能有这个本事？不管怎么样，内部先排查一番。赵总，咱们的果粒多要不要提前上市，尽早抢占市场？不，恰恰相反，咱们要延后上市。这个时候，恰恰咱们公司负面新闻缠身，消费者都是健忘的。等这阵子风头过去，咱们趁着新产品上市的时机大肆宣传，趁机拿回属于我们的市场。没货了，真没货了，下一批还得等。谁也没想到我们的奶会卖得这么火，我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奶，我就是没有产奶这功能，要不我都恨不得自己去产奶。萌源的果粒多上市了，铺天盖地的广告，几乎一样的产品，更精美的包装，定价还便宜2毛。其他厂商也一个个跑着入场，新品全是我们的竞品，价格都比雪城低几毛。果乳料成了同类产品中最贵的，雪城被所有奶制品企业围剿，颇有种6大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不过他们反应已经迟了，果乳料的销量虽然下滑，但还是同类产品中份额最多的。有雪城的研发团队托底，口味和口感不是他们能比的。这就是人事部给我招的助理，3级人才，当助理勉强够用，只是这形象带出去，别人得怀疑我这是不是正经公司。顾总您好，我叫林曼，是您的新助理。老板，您是想喝茶还是咖啡？给我泡一杯拿铁吧。老板，工作一上午了，喝口水润润喉吧。不用了，我去休息室换条裤子就行了。你出去吧。老板，您裤子在哪里？我去休息室帮您找吧。不用了，你出去吧，有事我会叫你。假正经什么啊？老板不都一个样？我看你能装多久。这件衬衫1800，你照价赔偿。既然你胜任不了助理的工作，现在就离开，你被辞退。顾总，我不是故意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保安会监督你收拾东西。上班你不想着怎么做好工作，净想着怎么勾引老板。我这是公司。第2个助理也是，边界感越来越模糊，只能调去别的部门。看来得换个思路，让人事先筛选，我亲自面试，再多放几个男助理进面试。3个男的都不合适，那个4级的当助理屈才了，安排给秦丽历练去。我这助理比公司高层都难招。金色6级，我偷偷看过校长的等级，就是6级金色，这可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级别的人才。这种人才来面试我的助理，你真的要面试助理？